这个4岁的小女孩不仅有干不完的活，还吃不饱饭，身上经常带着伤。如果照顾不好弟弟，还会被父母拳打脚踢。她苦哈哈的活到了8岁，却没能挨过那一场毒打，死在了去垃圾桶找东西吃的路上。凭着前世记忆中的电话号码重生后，她找到了亿万总裁的妈妈。偷东西啊？这是哪家小孩？小玄宝本能反应，下意识把口袋里的东西拿出来。一个醉醺醺的男人大着舌头，破口大骂：从小就是个手脚不干净的小贱货，居然敢偷东西，老子打死你！小玄宝脸高高肿起，惊愕地看着眼前的一切。我不是死了吗？怎么又回到了4岁的时候？噩梦又重新开始了。眼泪在小玄宝的眼眶里打转。到底为什么还要让我再经历一次噩梦？哎呀，你干什么？孩子那么小，你竟然下那么重的手，就该打死他！我是他爸，他偷东西我还不该打他？玄宝心底忍不住的惊恐。眼前的这个自称爸爸的男人是自己一辈子的梦魇。以前因为害怕都不敢辩解，但是这一次我再也不要当哑巴了。不是我。小玄宝声音颤抖却坚定，是弟弟跑出来把玩具塞进我口袋里。对，不是他，这小姑娘刚刚一直站在外面。李森泽却又是一巴掌扇在小玄宝脸上。撒谎！你弟弟那么小，他知道什么叫偷东西吗？你还污蔑他，小年纪偷了东西还撒谎，看老子回去怎么收拾你！这时候来了一个长相尖酸刻薄的女人，一来就不分青红皂白的大骂起来。最终两人一个抱着小男孩，一个拖着小玄宝，一路咒骂的回家了。我就走开了一会儿，叫你看好弟弟，你是怎么看的？是弟弟偷的东西，我看不住他。就算是他偷的又怎么样？你这个当姐姐的都不知道护着弟弟，就不知道给他认下来吗？那要你这个姐姐来干什么的？你弟弟喜欢那个玩具，你就给他偷偷拿回来啊！你现在是不是翅膀硬了，还敢给弟弟泼脏水？就不怕你弟弟以后被别人嚼舌根吗？小玄宝忍着眼泪，我不要偷东西。不听话，老子让你不听话，老子把你手剁了。说着他拿起了一把刀。玄宝惊恐地挣扎起来，因为前世他的手是真的被爸爸剁了。不要，爸爸不要！小玄宝崩溃的大哭挣扎起来，他越挣扎哭得越伤心，李森泽却越来劲。小玄宝再也忍不住了，他用尽力气狠狠地朝李森泽踹去，菜刀擦着小玄宝的手过去了，砸在了地上。小玄宝的手背被划开了一个口子，顿时血流如注。你干什么？吓唬就得了，真的把他手剁了？你哒哒哒的来洗衣服吗？一个哒哒哒的。你骂谁是哒哒哒的？骂谁呢？老子明天起就要升任顾氏集团分公司的老总了，顾氏集团你懂吗？还敢顶我？小玄宝从惊魂中回过神来，抱着自己满是鲜血的手，不敢哭出声，连连后退。突然他看到了放在茶几上的手机，玄宝想起了临死前妈妈哭着说的那几句话。玄宝，对不起，妈妈竟然弄丢了你，现在才找到你。妈妈的玄宝本来应该在顾家当小公主，怎么就在这里吃尽了苦头？玄宝乖，不疼了，要是去了另一边世界，可以给妈妈托梦吗？如果有下辈子，妈妈还是找不到玄宝，玄宝可以打电话给妈妈吗？妈妈的电话玄宝记住了好不好？玄宝哆哆嗦嗦拿过手机，手指的鲜血还流个不停，他很害怕，更害怕被吕小兰发现。妈妈，姐姐玩手机，要手机，我也要手机。玄宝急得不行，不断的祈祷：妈妈，快接电话呀，赶快接呀！小玄宝紧张的额头都渗出了一层汗水，后背的衣衫也被汗打湿了。爸爸妈妈还在掐架，客厅里只有弟弟在大喊大叫，没人接电话。玄宝差点哭出来。不要放弃，再打一遍。对，我再打一遍。小玄宝再次拨通那个号码。深海市翠柏路的一片豪华别墅区里，陆婉令穿着一身精致干练的西装裙，手里拎着一个款式简约的方形手包下了车。突然电话响起，陆婉令刚要接电话，别墅里就跑出来一个小女孩。妈妈，你回来啦！我刚刚和梦梦打视频哦，梦梦她有一个好大的极速光轮车，还是粉色的呢。好，我知道了，我接个电话。妈妈不听我说话，妈妈不爱我了。没有，你要说什么？小云朵高兴地拿起手里的平板。妈妈你看，好漂亮呀！妈妈它是什么呀？她明明知道那是什么，可就喜欢等别人说是什么，然后立刻问别人要。陆婉令知道她的套路，故作惊讶：是极速光轮模拟时光车呀！哇，原来是时光车，梦梦的妈妈给她买了好大的一个时光车。妈妈，我也要时光车，我要一个比梦梦的还大的。她兴奋地说着，一边抓着手机，很高兴的样子。陆婉令莫名觉得更疲惫，这孩子打小就聪明，还能把不喜欢他的爷爷奶奶都哄得很高兴，可我对这个女儿怎么就亲近不起来呢？妈妈不爱我了，小严朵说话妈妈都不听。这时候电话又响了起来。没有，妈妈在忙，妈妈先接个电话。说着不等小云朵抓她的手腕，就立刻接通了电话。喂，虽然只在临死前听过一次，但这声音很熟悉，带着莫名的安全感。小玄宝哇一声哭了出来。妈妈，我是玄宝，救救玄宝！电话的另一端，陆婉令猛地站住了。6月酷暑，她却瞬间如坠冰窖，浑身僵直。电话很快被挂断，最后还伴随着一句尖锐的咒骂声。没来由的，陆婉令
慌了，他下意识的回头往别墅外跑去。小王，开车。吕小兰以为玄宝打电话报警了，抢过手机，发现一个陌生号码来电，吕小兰直接把电话挂了。小玄宝又挨了一巴掌。要死啊你！翅膀硬了，还学会打电话摇人了是吧？以前小玄宝曾经打过电话求助，这是我们的家事，我教育自己的孩子，水管都不好使。表面应付过去，后来打得更狠了。再让我看到你拿手机，我把你腿打断。吕小兰骂骂咧咧哄儿子去了。乖了，妈妈的宝贝儿子，小祖宗，别哭了，手机不好玩的，玩手机眼睛坏，以后不好的。姐姐也玩。咱们聪聪和姐姐可不一样，你姐姐生来就是伺候聪聪的，以后要给聪聪洗衣服做饭打扫卫生，赚钱给聪聪花。他眼睛要是看手机看坏了，咱就把他卖了拿彩礼给咱聪聪娶媳妇。吕小兰心里想着，哼，女儿就是赔钱货，玄宝存在价值就是为弟弟提供价值，如果不能为弟弟谋取利益，要来还有什么用？还不如出生就淹死，白费那么多米饭养大。哄了好一会儿，聪聪不哭了，指着玄宝，妈妈，我要骑大马。玄宝只好跪在地上，任凭弟弟骑大马，抓着他头发，要是不小心把弟弟摔了，他还会挨大巴掌。此时小玄宝想起临死前自己被真正的妈妈抱在怀里，眼泪不听话的掉下，不断的砸落在地上。玄宝感觉自己好热，浑身都好疼，耳边有嘈嘈杂杂的声音，越来越吵。嗡，趁现在赶紧咬他一口，没事吧？嗡嗡，这小孩要死了，兄弟们开大餐啊！嗡嗡。玄宝下意识一巴掌打去，正在背后区小玄宝的2只蚊子瞬间被拍成肉饼，好残忍啊！嗡嗡。其他蚊子吓得飞一边，很快又上来了。玄宝艰难地睁开眼睛，是谁在说话？狭窄的房间一个人都没有。我是不是快要死了？前世快要死的时候，也是突然就听到了好多乱七八糟的声音，好多声音在哭在笑，别人听不见，只有自己听得见，不停地在耳边念叨。几点了还不起来？你想饿死你弟弟啊？这时候小玄宝被猛地一扯，从床上摔了下来，懒得跟猪一样，难道要我煮了饭端到你面前不成？小玄宝一颤，睁开沉重的眼皮，感觉再次回到了地狱中。他艰难地爬起来，听见爸爸正在打电话。好，等我上任了，一定关照你。哎呀，老李，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没想到你升个职，连集团的老总都亲自来了呀！以前别人都没有这待遇。听说集团老总是个女总裁，姓吴，公司集团能占80%的市场份额，都是她一手做来的。不仅能力强，听说还很漂亮。你可要好好表现。李森泽，你小子行吗？什么时候打上陆总了？李森泽捋了一把头发，一脸得意洋洋。什么女总裁？集团能做那么大，不可能是一个女人的功劳，说不定那女总裁就是找我这种得力干将帮着扶上去的。这种女人肯定不老实，嘿嘿。我告诉你，可别想着在外面乱搞。李森泽一出来，就看到玄宝摇摇晃晃，一副走不动路的样子，一脚就踹过去。一大早的就这么晦气，今天是我的大好日子，你别给我招了霉运。玄宝摔倒在地上，原本就晕得厉害，现在爬都爬不起来。小玄宝昨天失血过多，又被罚不许吃饭，现在嘴唇已经完全发白。小玄宝撑着地板，哆哆嗦嗦的想爬起来。哎，我是不是又要死了？装什么装？要不是老子今天心情好，非得给你抽一顿不可。吕小兰拿着10块钱出来，赶紧下去给聪聪买一个奶油包，1杯豆浆，我要1根油条和豆浆。聪聪挑食，你多给他买一个葱油饼和茶叶蛋上来。小玄宝拖着沉重的步伐出门，他的电梯刚关上门，另外一边电梯门就叮的一声打开。此时陆婉玲心跳得十分厉害。我告诉你啊，我老公今天就要升职了，公司的老总呢？干姐们今晚来我家吃饭了，那不是我老公升职当公司老总了吗？要死啊！出门不带钥匙啊！吕小兰打开门，看见一个穿着打扮十分贵气的女人站在门前，身后还跟着7、8个全身黑衣的壮硕男子。您是？吕小兰只敢窝里横，见有这么多人，瞬间怂了。这里是李森泽的家。对，你是谁？陆婉玲不答，直接进门。吕小兰顿时急了，但你这人怎么这样？小玄宝呢？陆婉玲心底不自主溢出痛意，压抑着焦急。我要奶黄包，奶黄包。乖乖，你姐姐已经下去买了。陆婉玲看着眼前的一幕，又联想到下属调查给她的资料。李森泽夫妻俩都重男轻女，听说对大女儿很不好，动不动就拳打脚踢。玄宝下去买早餐了，他才多大呀？你就叫他下去给你们买早餐，你们还虐待玄宝。陆婉玲常年管理顾氏集团这么大的企业，一发怒就让人忍不住害怕。不是，玄宝不是下去买早餐，是下去买零食。刚刚他吵着要吃零食，我拗不过他才给他钱。哎，不是。你谁啊？陆婉玲想到刚刚下去的电梯，转头就朝外面走。此时小玄宝拿着10块钱，局促地站在包子店面前。小朋友，10块钱真的买不了那么多，只能买一个奶黄包、油条、2杯豆浆。叔叔，对不起，那就要奶黄包、油条和豆浆。包子铺的老板娘拿着一个菜包走出来，递给玄宝。来，玄宝，
先吃了再回去。你天天都给他，1天2天就算了，天天都这样，他那个妈只会得寸进尺。他爸爸妈妈就不是个东西，什么便宜都占，10块钱买那么多东西，怎么不让孩子去死？我听说是有一次老板娘不忍心，多给了玄宝2个馒头，后来他妈知道了，就想出了这损招，不给钱，天天逼着孩子卖惨，多给他拿2份早餐。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不要脸的妈？玄宝要是带早餐带少了，回去还被他一顿毒打，烂心肝的玩意，天天逼自己女儿给他讨几块钱的早餐吃，也不怕遭报应被雷劈死。陆婉令站在这些议论的人身后，身子止不住的颤抖。难道这个才是我的孩子吗？只一眼，那种血脉相连的感觉几乎要撕碎他的心。如果玄宝真的是我的孩子，那么是我弄丢了自己的孩子，弄丢了4年，让他过的什么日子，受了多少苦。站在早餐店门前的那个孩子，脸色苍白，身体很瘦弱，说是4岁，看起来只有3岁的样子，站都站不稳了，还要下来买早餐。玄宝，陆婉令刚说出一个字，喉咙就咽哽住了。老板娘把早餐递给玄宝，玄宝只接过包子、油条和豆浆，把多给的葱油饼和茶叶蛋推回到老板娘手里。葱油饼的香气让他肚子连连发出咕噜声，他连忙把钱放在老板娘手里，转头摇摇晃晃的往外走。玄宝，老板娘怅然若失，我不能再要老板娘多给的早餐了，老板娘是好人，我不能让老板娘亏钱。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赶紧把早餐拿回去，弟弟要是吃不完或者不吃，把包子扔了，那我还能捡起来吃2口，否则就要等到中午饭。摇摇欲坠的玄宝最终没能扛住，眼看一头砸到地上，却撞进了一个人怀里。玄宝困难地睁开眼睛，条件反射地道歉，对不起，对不起。玄宝，陆婉令哽咽着伸出颤抖的手。小玄宝努力地睁开眼，想要努力看清楚眼前的人。妈妈，你是妈妈吗？小玄宝唇角哆嗦，吃力地呢喃，你是玄宝真正的妈妈吗？陆婉令的眼泪不断掉下，喉咙里像是堵了一团棉花，她拼命点头，却发现小玄宝已经晕了过去，豆浆洒了出来，她却还紧紧地抓着塑料袋。小玄宝，小玄宝。陆婉令抱起玄宝，慌张地跑向路边。开车。陆婉令怀里的玄宝好像已经了无声息，他那么的轻，那腰的瘦，让陆婉令生出一种恐惧，好像再慢1秒，怀里抱着的生命就要失去了。吕小兰抱着儿子追下来的时候，就看到陆婉令抱着玄宝上车走了。怎么回事啊？他想问一下发生了什么，知道他们夫妻俩德性的邻居看到玄宝这副惨样之后，再也憋不住了。你们这2畜生，天天逼着自己女儿下来讨吃的，怎么的？几块钱都拿不出，留着买棺材啊！可怜的孩子，自己饿得晕过去了，都不敢吃一口东西。你们这俩天杀的爹妈！多亏那个好心人送玄宝去医院，否则不知道还要被你们怎么折磨。吕小兰被骂得狗血淋头。我怎么塌了？不过是叫那个赔钱货下来买个早餐，触犯天条了吗？真是多管闲事。吕小兰骂骂咧咧的走了。不过在谩骂中，她也知道了那件丫头不争气，在买早餐的时候晕倒了，正巧被那个女人遇见，就送医院去了。吕小兰更加气不顺，不争气的东西，什么时候晕倒不好，偏偏在人多的地方晕倒，我看他就是故意的，不就叫他买个早餐，跟要他命似的，平时怎么就不见他晕倒？真是矫情啊！不对，送去医院，要是了去医院，那肯定要花钱的，不行，我得赶紧把那赔钱货拎回来。想到这儿，吕小兰立刻赶往医院，玄宝被送去急救室检查。陆婉令不安地在急救室门前踱步，这时候她的电话响了。婉令，你怎么跑去凌云市了？我来处理点事情。凌云的事情我听说了，一个分公司的人员调动，用不着你过去吧？啊，对了，我听说你还去调查一个小孩子，是谁家的小孩啊？你查人家孩子干什么？顾文像是漫不经心地询问，但陆婉令敏锐地察觉出他的语气好像与以往不同。没什么，我有事要忙，先挂了。陆婉令挂掉了电话。以前我和小云朵做过2次亲子鉴定，现在想想，这里面确实疑点重重。想到这儿，陆婉令当机立断，低声吩咐助理：一会儿你多留玄宝1管血，立即把玄宝的血和我的血送去做亲子鉴定，我要最快速度拿到报告。另外，再想办法偷偷取几根小云朵的头发，再做一份我和她的亲子鉴定。记住，这些事别让任何人知道。助理应了一声，立刻去办了。正在这时候，医生出来了，他怀疑地看着陆婉令：你是孩子的母亲，你是怎么当妈的？陆婉令一时语噎。玄宝怎么样了？他压下心底的恐惧，开口询问：孩子是低血糖，而且严重贫血，严重营养不良，身上还有很多淤青伤口。陆婉令指尖微颤，忍不住攥紧拳头。还有别的吗？医生皱眉，以为她是不负责任的妈妈。还有他右手的伤，那么大的伤口，为什么没有缝针？由于没有及时止血，造成了失血过多，而且伤口都发炎了。现在孩子还发高烧。陆婉令眼底腾起了一丝愤怒，原本想说什么的医生，觉得自己可能搞错了。像这种情况，我们建议住院治疗，而且我们建议你最好报警。会的，我肯定会报警的。吕小兰刚赶到医院就被抓了。陆女士报警说你虐待小孩，证据确凿，请你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吕小兰
兰大喊冤枉，我怎么虐待他了？什么鬼啊？你们看见我打他了吗？一个外人，他是谁啊？他凭什么管我们家的事情？一边说一边打电话给李森泽，老公，快来啊！有人欺负我呀！吕小兰抱着儿子，跟泼妇似的拒绝配合。不要碰我，碰到我儿子，你们赔得起吗？叫那个女的出来，我自己问她，我自己生的孩子，我就算打一下怎么了？吕小兰心底气得很，真是莫名其妙，随便出来一个人就插手我的家事，现在人的手怎么伸那么长？他以为他是谁？陆婉令听到吵闹声，从病房里出来，吕小兰这才注意到，这病房还是单人间呢。你怎么把赔钱货送来住院了，还住在这种单人间？你家小孩晕倒了，人家好心送来医院，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哦，我要他好心啊，是我要求的吗？我求他送我小孩来医院了吗？他是好心了，到时候出医药费的是我们，你们搞笑不搞笑？女孩子不值钱，生病自己忍过去就好了，干嘛还来医院浪费钱？吕小兰越想越生气，对着陆婉令就骂：我跟你说，别以为自己有钱了不起，我告诉你，我老公可是顾氏集团旗下分公司的老总，顾氏集团你懂吗？等我老公来了，有你好看的。吕小兰大吵大闹，都快把医院掀了。半个小时后，李森泽气喘吁吁地赶来，远远看到吕小兰坐在地上闹，非常恼火。你在干什么？这是怎么回事？片刻后，李森泽终于弄明白了。没错，这是我们自己的家事，我们自己会处理。小姐，你什么都没弄清楚就报警，说我们虐待孩子，有证据吗？医院有时候就是危言耸听，都是为了赚钱罢了。孩子的这些伤，你怎么确定不是他自己在外面摔的，还是被别人打的？你让小孩自己来说说，我们打他了吗？就是，你让那家丫头自己说呀。两人有恃无恐，吕小兰突然直接冲进病房，死丫头，赶紧起来，好好给他们说说，还在这儿给我装死。陆婉令没料到人能无耻到这个地步，赶紧追进去，看见吕小兰正粗暴地扯掉了玄宝手上的吊针，血一下滋出来，元宝也惊醒了。对，陆婉令心底的怒火彻底压不住，一巴掌扇在吕小兰脸上，把她都扇得倒退出去，哐一声撞在了桌子上。吕小兰怀里的儿子被吓坏了，哇一声就哭起来。吕小兰心疼的不行，打人了，这么大的人打小孩，你有没有良心呀？我儿子才3岁呀，你这人怎么那么狠毒呀？救命啊，杀人了！小玄宝一睁开眼，就见梦里的妈妈一个大巴掌把吕小兰打到了一边去，他不由得瞪大眼睛，正茫然的时候，就见梦里的妈妈紧张地问：玄宝，你醒了，饿不饿？有没有哪里疼？玄宝从未感受过这样的关心，看着眼前熟悉又陌生的脸庞，吧嗒吧嗒，眼泪自己掉下来了。不哭，小玄宝乖，不哭。这一次终于找到妈妈了，我不会再被打了吧？再也不会饿死了吧？玄宝紧紧地抓住陆婉令的衣袖，抽噎着说不出话。陆婉令更心疼。哎呀，刚才打那个女人的时候，是不是吓到小玄宝了？以后再也不要当着玄宝的面打人了，要背地里偷偷的狠狠的打。小玄宝别怕，妈有我在，谁也不能欺负你。小玄宝，你告诉我，以前在家里你是不是经常被他们打？在孩子面前，陆婉令极力地压制着自己的情绪。玄宝看了一圈，爸爸这时候进来，旁边还有几个帽子叔叔。玄宝，有什么话你好好跟警察叔叔说，我们是你的爸爸妈妈，我们打你了吗？没错，你好好跟他们说，我没有虐待你吗？有吗？他咬着牙加重了语气，一脸威胁地看着玄宝。玄宝紧攥着陆婉令衣服，以前他也被打得很厉害，也打过110。爸爸妈妈当着警察叔叔们的面，我们不是真的打孩子，是他不听话，没办法才这样教育他。警察叔叔们走后，爸爸妈妈却打得更狠了，还是2个人一起打他，一个拿皮带抽，一个扇他的脸。玄宝还记得他们狠毒的话，你以为警察就能管着你吗？我告诉你，你是我们生的，死了也是我们家的鬼，关别人什么事啊？下次再报警，看我打不打死你，打死了扔到外面去，让狗吃了，你看谁管得着？从那之后，玄宝就再也没有报过警了。他也明白，别人确实不能彻底解决这件事，只能说几句公道话，最后还是只剩下自己一个人，而且会变得越来越惨。小玄宝抬起头，强忍着眼泪，看着自己真正的妈妈。我可以相信他吗？他会把我带走吗？说话你哑巴了吗？小朋友，你不要担心，实话实说就行。说吧，说吧，你以为这个贱丫头敢说实话吗？一个外人也想管别人的家事，等会儿我倒要看你怎么下得了台。终于，小玄宝说话了，他鼓足了所有的勇气，选择了再相信一次，相信这个在他死的时候会把他抱在怀里哭的妈妈。是爸爸妈妈打我，每天都打，洗碗不小心摔坏了碗，妈妈会生气的拿碎片割我的手臂，给爸爸倒茶洒了，爸爸会把滚烫的水杯砸我身上。闭嘴，我什么时候？哐当一声，他被警察按在了桌面上。玄宝烟梗着，压抑太久的恐惧像是找到了发泄口，他勇敢地抬起自己的手。弟弟偷东西，妈妈怪我没有帮弟弟，爸爸拿了菜刀，还要剁了我的手指。小玄宝手背的伤触目惊心，陆婉令和警察都看到过，他们怎么都没想到，竟然是李森泽拿刀剁的。陆婉令又惊又怒，有点语无伦次了。很好。李森泽和吕小兰也都没有想到，他们做的那些事，玄宝竟然
然敢说出来。警察冷着脸把吕小兰和李森泽都带走了。贱丫头，你给我等着，今天我还要升职，女总裁还在等着呢。贱丫头敢坏我好事，等我认个错出来，有你好看。此时此刻，李森泽和吕小兰依旧有恃无恐。被拆穿了又如何？哪家父母教育孩子不打孩子，不就是进去教育一顿，再放出来？这是家事，自古清官难断家务事。而且李森泽还觉得，我马上就是顾氏集团下属分公司的老总了，谁敢在这节骨眼上不给面子，到时候我一定让那个多管闲事那女人后悔。病房里只剩下陆婉令和玄宝，陆婉令握住玄宝的手，心底里有千言万语，却怎么都说不出来。她小心翼翼地抱住伤痕累累的玄宝，眼泪不断地落在病床上。玄宝，对不起，是我拉晚了，对不起。刚才玄宝一口气说完那些话，现在冷静下来，也忍不住颤抖。妈妈，你会带玄宝走吗？她眼里含着泪，却不敢让眼泪掉下来，那是因为害怕自己哭会惹人厌烦。玄宝会很乖的，可以帮妈妈洗碗、拖地、做饭，可以去买早餐，可以给妈妈捶捶背，帮妈妈带弟弟。陆婉令听得心都要碎了，她千盼万盼的宝贝女儿啊，怎么就落到了这样悲惨的境地，受了那么多的苦？会，一定会的，妈妈一定会带你走，你是妈妈的小玄宝，谁都不能把玄宝从妈妈身边带走。其实陆婉令很想问问玄宝是怎么知道自己的电话，可此情此景又怎么能忍心再问？小玄宝，你想吃什么？妈妈这就叫人做，鲜鱼粥可以吗？喜欢吃鱼吗？芙蓉蒸糕、小蛋糕也有。玄宝定定地看着陆婉令，泪眼模糊。妈妈，玄宝吃馒头就可以，我不会吃太多，花不了多少钱的。玄宝小心翼翼的，只希望妈妈能把自己带走，其他的并不奢求。玄宝哽咽着，心底里有很多话想说。我一定不会给妈妈添麻烦。一小会儿，很多美味的食物陆续端进来，食物的香气勾得他肚子连连叫唤，他不由自主地盯着眼前的东西。半个小时后，玄宝吃饱了，也睡着了。助理快步地走进来，陆总，鉴定结果出来了，银河小玄宝真的是母女关系。深海市那边我已经偷偷叫人取得了云朵小小姐的头发，鉴定结果最快要明天才能出。陆婉令其他的话已经听不到了，她拿着鉴定报告，手不停地在颤抖。天哪，小玄宝真的是我的孩子！陆婉令脚一软，差点站不稳，助理连忙扶住她。陆婉令跌跌撞撞地回去，抓起小玄宝的手，紧紧贴在自己的脸上。对不起，小玄宝，都是妈妈不好，妈妈竟然把你弄丢了。陆婉令内心在不断的自责，全都怪我，害得的小玄宝硬生生的受了4年的罪，这4年里都不知道我的小玄宝到底受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现在陆婉令只想知道小玄宝到底是怎么来到凌云市的。她收拾好心情，让自己变得冷静。小昭，看好玄宝，我出去一趟。派出所里，陆婉令找到了李森泽和吕小兰。这位小姐，差不多就行了吧？你一个外人，多管什么闲事？你出去问一问，哪家父母管教孩子不打孩子的？还有，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劝你管别人的闲事之前，最好先弄清楚别人是谁。陆婉令的脸色越来越可怕，她怎么可能不知道眼前的畜生是谁？李森泽，顾氏集团下属分公司一个即将升职的公司老总，他以为能坐上一个分公司老总位置的人，至少是个明事理的人，没想到竟然是这样的畜生。我知道你是谁，那么你呢？你知道我是谁吗？李森泽心底没来由的咯噔一声，我管你是谁啊？是谁又怎么样啊？管得着我们吗？嗨，那小贱种我就是打了，打又怎么了？贱丫头是我们的小孩，又不是你的，你有什么资格管啊？小玄宝她不是贱丫头，就是贱丫头，在我们家她就是贱丫头，怎么的？那贱丫头是我生的，我想怎么对她是我的权利，我一没打死她，又没少她吃喝，我自己管教小孩，还不让管了？一个什么都不是的外人，我呸！来呀来呀，有种让我下大狱关大牢呀！吕小兰一脸小人得志的样子，十分不要脸。陆婉令眼底的冰寒越来越甚。这对父母在警局尚且如此，在没有人的时候，他们会怎么对玄宝？小玄宝到底遭了多少罪？我会如你所愿，你们就猜猜，买卖人口会判几年？一句话瞬间令吕小兰慌了。吕小兰像是被掐住脖子的鸡。你李森泽也是脸色一变，你胡说八道什么？我们什么时候买卖小孩了？陆婉令把手里的文件袋举了举，当然那里面不是证据，是他吓唬两人的。李森泽，证据我都找好了，这是你买卖玄宝的证据，你不是问我是谁吗？陆婉令冷笑着，一字一句的说道：我是顾氏集团 CEO 陆婉令。什么？你？陆婉令把文件袋啪一声甩在桌面上，抱着手臂冷冷说道：我说的还不够清楚是吗？你即将要升任的公司是我顾氏集团旗下分支产业宠物医药模块下的下属分公司，你见了我得叫一声陆总。那么你说我这么个身份管不管得到你虐待小孩的事情？就你这样的品性，还想升任分公司的老总？李森泽，你这个老总的位置没有了。我说的。李森泽彻底傻眼了。顾氏集团很庞大，做的也不止宠物医药这一块，能把分管的业务和模块说的那么清楚的，肯定是集团内部的人。他又想起狐朋狗友电话里说的那句话，顾氏集团的总裁是个女的，姓陆，听说很漂亮。陆总。李森泽吓得站了起来。误会，都是误会呀！
他还在担心自己老总的位置可能说收走就被收走了。哎呀，一看这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识自家人呀。此时吕小兰大脑早已宕机，当年的事情败露了，还是这个陆氏集团总裁查出来的。你是怎么知道玄宝是我们买的？吕小兰下意识问，这也是她最关心的问题。刚刚她还在叫嚣着有本事让我下大狱坐大牢呀，一转眼就遇上了这个陆氏集团总裁，他的坐大牢愿望真的可能会实现的。你胡说什么？丢人现眼的玩意！陆婉令冷冷地看着，没想到李森泽还死不承认。陆总，你一定是搞错了，玄宝是我们的孩子，这一点毋庸置疑。肯定是有人污蔑我们，给我们10个胆子，我们也不敢做违法犯罪的事情呀。我们不该打玄宝的，这件事是我们错了。等我们回去，一定好好给玄宝道歉。抱歉，你把小玄宝虐打成那样，一句道歉就想接过去了。妹们，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可当年玄宝怎么到你手上的？是谁把玄宝交给你的？李森泽擦了一把头上的虚汗，但是他坚信当年的事情绝对没有留下任何证据。陆总，你真的误会了，玄宝真的是我们亲生的，没有买卖。我知道陆总您心善，但是我们打玄宝真的不是故意的，那也不用给我们扣这么大的帽子啊！我只想给妻子和孩子更好的生活，我的工作压力太大了，这压力一大，偶尔就控制不住脾气嘛。但是我保证，只要我坐上了分公司老总的位置，我一定努力工作，给玄宝更好的生活，绝对不会再打他了。李森泽就像一只赖皮狗，不管陆婉令说什么都死不承认，甚至还想着继续升职呢。你买卖玄宝的事，包括你虐待玄宝的事，这一桩一件我都已经起诉了，你还继续嘴硬，等到法院判决下来，我看你还能不能笑得出来。李森泽，我看好你啊，你继续。说罢头也不回的走了。看他这么有底气，李森泽心底慌了。他不会真的有证据吧？不可能啊！老公怎么办啊？他要告我们呀！这女人怎么那么讨厌？她跟那贱丫头非亲非故，这么圣母干什么？白爷，早知道当初就……闭嘴！李森泽正心烦着呢，吕小兰还不知好歹的在耳边叭叭叭的胡说。你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不分场合，你胡说八道什么东西？这对夫妻俩又掐了起来。玄宝再次醒来时，发现病房里静悄悄的，他连忙爬起来，却见一个陌生的姐姐坐在一边，而他的妈妈却不见了。你醒了，要吃东西吗？玄宝摇摇头，沉默不语。怎么了呀？你怎么还……哎呦，别哭呀！小昭跟着陆婉令多年，做事干脆果断，不近人情，但他没谈过恋爱，没结过婚，更没哄过小孩。玄宝突然红了眼眶，搞得小昭手忙脚乱的。哎，玄宝小姐，要不我给你唱首歌？玄宝眼神暗淡，眼泪汪汪，看着门外失落不已。不用了，谢谢姐姐。接下来要怎么办？还是像以前那样，被人救了之后，很快又会回到那个地狱里面去？想着想着，小玄宝忍不住哭了出来，哇，眼泪跟断线的珍珠一样，停都停不下啊！哎，玄宝小姐你别哭。小昭赶紧给自己家陆总打电话，陆总，你快回来啊！陆婉令刚到电梯口，就接到小昭的电话，还有玄宝的哭声，他心底咯噔一声，又是哪个不长眼的欺负我的小玄宝了？玄宝，陆婉令气喘吁吁地推开病房门，玄宝愣了一下，赶紧抓住陆婉令的衣服。我以为妈妈走了。没有，妈妈没有走，只是去派出所那里处理了一些事情。妈妈永远不会丢下小玄宝了。小昭见状，关门出去了。妈妈，我梦见你死了。玄宝忽然说道。怎么会呢？陆婉令犹豫了一下，还是问出了心底的疑惑。对了，玄宝，你是怎么知道妈妈手机号码的？玄宝以前一直没有联系自己，今天却突然给自己打了电话，那一定是有人告诉了玄宝自己的号码，只要找到那个人，就能知道当初玄宝是怎么来到凌云市了。云宝低着头想了想，抬头认真地看着妈妈。妈妈，其实我已经死过了一次了，现在的我是重新活了过来的，重新变成了4岁。玄宝说完，忐忑地看着妈妈。妈妈会信我说的话吗？会不会以为我的脑子不正常，又不要我了？小玄宝，你说什么呢？陆婉令吃惊地看着玄宝。是真的，玄宝已经死了。想到前世的绝望，玄宝忍不住夜哽起来。前世妈妈找到了玄宝，但当时玄宝已经说不出话了。妈妈说，如果有来世，一定要给妈妈打电话，还告诉了我号码。玄宝记住了。所以我重新活了过来，现在那一定就是妈妈说的来世了，是爸爸说的，让妈妈来见我最后一面，然后妈妈也死了。玄宝说的断断续续，很多大人的事他并不明白，只能把自己听到的看到的说出来。说完之后，就见妈妈惊愕地看着他，玄宝心底忐忑，是妈妈不相信吗？也是，自己有时候都搞不清楚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妈妈不信吧？没关系的，玄宝自己也不信呢。刚刚玄宝是和妈妈开玩笑的，但是玄宝一定会听话，玄宝可以帮妈妈干活。玄宝觉得自己是说错话了，急切的想挽回。姐，妈妈相信玄宝，不管小玄宝说什么，妈妈都会相信。玄宝，你刚刚说爸爸叫我来见你最后一面。陆婉令深吸一口气，开始回想这几年的一切。是玄宝的亲爸爸，不是打玄宝的这个爸爸。陆婉令拿出手机，找到顾文的照片，小玄宝看看，是他吗？玄宝接过手机，仔细的看着。死之前，他好多东西都看不清楚了，只有妈妈的脸越来越清晰，但是
且他还是能记住这个爸爸的脸。就是这个爸爸。玄宝肯定的点头。陆婉令轻抚着玄宝，心底却是心事重重。前世顾文为什么会知道玄宝在这里，还带自己来见玄宝？那现在顾文知道玄宝的存在吗？早上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语气与往常有些不同，这跟小玄宝有关吗？玄宝感受到妈妈身上的不安和烦躁。妈妈，你怎么了？没什么的。对了，玄宝叫什么名字？陆婉令心里打算着要尽快把小玄宝落户回来，以免节外生枝。妈妈，玄宝没有名字，他们都叫我贱丫头。小玄宝努力的回想，前世活到了8岁，也没有名字。爸爸妈妈说女孩子不值钱，不让自己上户口本，免得自己的晦气影响了弟弟，所以一直没有给起名字。陆婉令心底暗自冷笑。李森泽、吕小兰的确重男轻女，但不给玄宝落户，肯定不是因为他们重男轻女，而是因为他们不敢落户，害怕小玄宝的来历被查吧。没关系，妈妈给玄宝起名就叫顾。陆婉令顿住，忽然之间他就改口了，姓陆。玄宝跟妈妈一起姓陆吧，以后我们家玄宝就叫陆远景了。这是4年前他早就起好的名字。陆婉令温柔地摸着玄宝的小脑袋。陆远景，这陆是妈妈的姓氏，远引申为首，是开始第一的意思，也指根源。原本景字纯洁高尚，寓意吉祥。远景，远景，一直你是上天送给妈妈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最美好的礼物。小玄宝认真地听着，眼里有了光亮。原来自己也可以是最美好的礼物，而不是贱丫头赔钱货。玄宝窝在妈妈怀里，终于梦里的一切都变成了现实。他有妈妈了，爱他的妈妈，会把他抱在怀里的妈妈。妈妈还说他叫远景，是上天最好的礼物。从今以后，我也是有名字的孩子了。妈妈，以后玄宝一定会保护好妈妈的。好，这一世谁也别想欺负我们母女，还有那背后害了玄宝的人，不管是谁，我一个也不会放过。玄宝发了炎的伤口，因为得到及时救治，已经退烧，并且开始愈合了。陆婉令想再去找一下李森泽。妈妈，玄宝也要去。小玄宝不知道妈妈要去哪里，他只是害怕妈妈消失不见了。妈妈就带玄宝一起去。陆婉令跟医生沟通好，半个小时后就带着玄宝走出医院。陆婉令牵着玄宝再次见到了李森泽。被关了一晚上的李森泽和吕小兰跟被放了气的皮球一样，彻底蔫巴了。看到玄宝，吕小兰第一个扑上去。在陆婉令冷冷的目光下，吕小兰硬生生咽下贱丫头3个字。玄宝，你怎么才来啊？你快和这个阿姨说，放爸爸妈妈出去。爸爸妈妈只是不小心打了你，你这不是还好好的吗？对吧？但是你弟弟不行呀，你弟弟被送到亲戚家了，他从小到大都没有离开过妈妈呀，都不知道会哭成什么样。小玄宝默默地看着眼前焦急的李森泽夫妻，他现在明白了，亲生的爸爸妈妈才是爸爸妈妈，不是亲生的爸爸妈妈叫养父母。正想着，弟弟那刺耳的哭声突然响起，原来是照顾匆匆的亲戚被抓得满脸的指甲印，受不了了，只好又到派出所来找人。玄宝，快跟你这个阿姨说，让她写谅解书，放我们出去呀！玄宝，你到底听见没有？儿子的哭声就像刀子割着吕小兰的心脏。哎呦喂，我的宝贝心肝，这哭的嗓子都哑了，这是遭了多大的罪呀！吕小兰急得不行，不断的催促玄宝，我就在这里，你怎么不亲自求我呢？玄宝被你虐待成那样，都晕倒在路边，这叫好好的？没什么事，你儿子送去亲戚家照顾了一晚上就不行了，儿子心肝宝贝的疼着，女孩子却恨不得吃他的肉，喝他的血，真是难以相信，都已经现在这个年代了，还有这样的父母。不对，他们根本就不配当玄宝的父母。陆总，您消消气，我知道你很生气，我们已经写了悔过书，我跟你保证，以后我们绝对不会再虐待玄宝了，真的。陆婉令懒得听他这些话，正要说话，就见吕小兰的那个儿子又被带过来了。原来警察秉承人道主义，聪聪还小，所以暂时放吕小兰出来照顾他。儿子，妈妈的宝贝心肝呀，怎么哭成这样？聪聪哭了一晚上，其实已经哭不出来了，但一看到吕小兰，却更大声的干嚎着。吕小兰一眼就看上了玄宝手里的食物。乖啊，我的小祖宗哟，别哭了，你看姐姐手里的是什么？贱丫头，还看什么？还不赶紧给你弟弟！吕小兰一急就暴露本性了。李森则气得不行，觉得这女人就是来拖他后腿的。陆总还在这呢，自己刚才也做了保证，还想不想让他出去了？还想不想让他升迁了？然而陆婉令冷冷地看了他一眼，李森则吓得不敢插嘴了。小玄宝一脸坚定地说不给。无数次熟悉的场景出现，这一次玄宝不让了，他有了底气，因为玄宝有自己的妈妈了。我不会给弟弟。玄宝声音虽然有点小，还有点害怕，不过很坚定，这是我的。聪聪一屁股坐在地上叫喊哭闹，我要，是我的，姐姐抢我。吕小兰又急又恼火，下意识想伸手扇一巴掌过去，猛地想起自己还在警察局。什么你的弟弟的？你是姐姐，大
的就要让着小的，这点道理都不懂吗？赶紧的，快给你弟弟！玄宝才不听呢，一点都不让步，还闪身躲在陆婉令身后。匆匆一看，顿时干嚎声更尖锐。妈妈，呜呜啊啊！陆婉令欣慰地看着玄宝，原来小玄宝也有这样的性格，也是懂得抗争。他是挣扎了多少次才绝望放弃的，才学会了承受，不敢再反抗，把一个孩子虐待到不敢反抗。李森泽这一对夫妇到底是有多狠毒啊！陆婉令紧紧握住玄宝的手，孩子别怕。李森泽赶紧出来打圆场，抓着铁门恨铁不成钢的骂：李小兰，穷死你了，想要自己买不就是了？哈哈，陆总您别见怪，我老婆就是乡下来的，没什么素质。陆婉令不听他这废话，今天只有一个目的，就是问清楚当年是谁把玄宝送来凌云市的。李森泽，你考虑清楚了吗？当年是谁把玄宝卖给你们的？哎呦，陆总，这话可不能再说了，我们真的没有，玄宝真的是我们亲生的。李森泽想了一晚上，已经想清楚了。我反正就是不承认，这么多年过去了，怎么可能还有证据？昨天要是有证据，陆婉令早就拿出来了，就是故意吓唬我的吧？只要我咬死不承认，就算陆婉令告，又能怎么样？对呀，对呀，你没有证据，可别胡乱冤枉好人。玄宝就是我生的，我自己不清楚吗？什么买卖，血口喷人。他暗自得意地看着陆婉令，女总裁又怎么样，漂亮又怎么样，还不是拿我没办法。打拍。此时只见陆婉令慢慢地将手里的文件拿出来，举起亲子鉴定报告。是吗？你们以为死不承认就可以了吗？昨天我和玄宝已经做过亲子鉴定了，我才是他的亲生母亲。那么我的亲生女儿怎么会到了你们手上？好啊，你们可以继续隐瞒，但玄宝被拐到李家是个不争的事实。李森泽、李小兰，我有的是钱，你们就好好看着，我怎么把你们往死里告。陆婉令的声音越来越冰寒。你们拐卖了我的亲生女儿，还把她虐待成这样，我光砸钱也能把你们砸死，信不信？轰！李森泽和吕小兰只觉得五雷轰顶，晴天霹雳。什么？陆婉令竟然是玄宝的亲生母亲？不，这不可能！那我们岂不是被当枪使，背黑锅了？吕小兰脸色煞白，根本不相信这个贱丫头会是豪门的小千金，她凭什么呀？一个赔钱货而已，宝贝儿子怎么没有这好命呢？李森泽脸白了又白，傻眼地看着陆婉令。陆总高高在上，让人不敢怀疑他说的话，他是真的会把自己弄死的。当年李森泽觉得自己捡了个便宜，现在才知道，等到出事了，死的却是自己。不是的，陆总，不是我们，是那个人他叫我们这样做的，真的不关我们的事啊！我们没有拐卖玄宝，是那个人把孩子送到我们手上的，真不是我们拐卖的，我们就是看玄宝可怜，于心不忍才收下玄宝。陆婉令心底一紧，冷声问道：那个人是谁？李森泽只觉得头都大了。这个陆婉令不好得罪，哪边的人也不敢得罪，如果只能选一个的话，眼前的陆婉令更惹不起。李森泽咬了咬牙，心一横，他就是我们这儿的一个地头蛇，叫顾玉荣，当年是顾玉荣让人把玄宝送过来的。当然，李森泽隐瞒了顾玉荣还给过他一笔钱的事。他说这小孩是个有钱人，搞小三搞出来的，那小三死了，有钱人也不想要这小孩了。陆总，您是知道的，我和我老婆都是心地善良的人呀，看小婴儿哇哇哭的，不忍心就收下了。而且那顾玉荣是混混，我们也不敢得罪他，我们哪里知道这是陆总您的孩子啊？当初李森泽和吕小兰都认定了，贱丫头就是小三生的女儿，小三生的女儿那不就是贱种来着？所以不顺心的时候打骂一下不正常吗？而且女孩子不值钱，是看在那一笔钱的份上才留下她，想着等她长大一点，还能帮家里做饭、打扫卫生，伺候全家人。等她再长大，那就找个彩礼高的嫁了，也不算亏。要早知道玄宝是豪门的小千金，我们哪里敢打，还会把她供起来呢？这不是不知道吗？也不能怪我们吧，整个事情就是这样的，真的不关我们的事。陆婉令只觉得浑身冰凉。顾玉荣自己的丈夫顾文有个远房堂弟也叫顾玉荣，当年生玄宝的时候，顾玉荣曾去过深海市。顾玉荣爱了10几年的丈夫，究竟瞒着自己做了什么？妈妈，你怎么了？玄宝忽然感觉到妈妈的手变得好冷，他用力地握住她的手，可是玄宝的手也不暖，急得他有些不知所措。没事，玄宝，我们走。陆婉令只觉得思绪十分混乱，只想赶紧去查清楚到底怎么回事。等等，你不能就这样走了啊！我们都告诉你实情了，难道你就没有什么表示吗？吕小兰突然想明白了，这件事不是他们的错，是顾玉荣给他们钱，请他们收留孩子，所以买卖孩子这罪名肯定不成立。这些年是他们养大了玄宝，没有他们，玄宝说不定早就被扔到哪里，也说不定早就死了呢。所以陆婉令还得感谢他们。不得不说，吕小兰的脑回路真的很奇特，她竟然理直气壮地说：再怎么说，玄宝也是我们养大的，这些年这丫头吃了我们多少米饭，给弟弟买的肉她都要吃掉一大半呢，我们含辛茹苦的把她抚养长大，你说带走就带走了。花花，原来人气到极点的时候是真的会气笑的。好，要表示是吧？我给你。陆婉令眼底压着怒火，对助理说道：小昭，带玄宝出去。好。带着玄宝就要出去，玄宝拉住陆婉令：妈妈，玄宝乖，妈妈马上出来。玄宝1步3回头的跟着小昭走了。李森泽
泽刚刚还想骂吕小兰，没想到陆婉令真的答应了。难道这个女人也有顾虑，怕事情闹大？毕竟豪门很多私事都见不得人，说不定陆婉令就是那个小三呢。李森泽觉得自己分析的有道理，自以为有了底气。玄宝一出去，陆婉令就转头看着两人，说吧，你们想要什么表示？李森泽和吕小兰对视一眼，是这样的，陆总，那我分公司老总的位置。老总的位置。李森泽一喜，以为陆婉令答应了。我们把玄宝养这么大，这些年经济压力确实不小，否则我早就买别墅了。那陆总，你看官品天下那边的别墅怎么样？也就1000万一套。官品天下的别墅也确实不错。吕小兰没想到陆婉令答应的这么爽快，顿时喜上眉梢。我们的车子也该换一辆了，我看劳斯莱斯就不错，还有的给我儿子留一笔钱，长大他娶老婆肯定要花钱的，我们也不多要，100万就行。他们两人觉得自己的要求一点毛病都没有，毕竟顾氏集团那么大，动辄上亿资金，要个1-2千万而已，真的一点都不多。这样一来，咱们就当作是彻底两清了，以后我们绝对不会去找你们，给你们添麻烦。陆总，你觉得呢？李森泽和吕小兰的这一番话，连派出所里的民警们都惊呆了。突然，陆婉令抓起旁边的椅子，狠狠砸到了李森泽和吕小兰头上。两清了吗？这样清不清？匆匆吓得呆住，哇的一声，这回是真的哭了。陆婉令冷冷看他一眼，滚一边去！就你还想抢玄宝的东西，你想屁吃呢？匆匆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哇哇的哭。吕小兰被砸得脑瓜子嗡嗡的，看见陆婉令连孩子都不放过，顿时心疼的不行。哎呦喂，天杀的呀，他只是个孩子啊！陆婉令冷笑，他对这个小男孩一点好感也没有。虽然小孩是无辜的，但那关我什么事？谁家的小孩不无辜？又有谁来同情我的小玄宝？想着想着，陆婉令心底的怒火彻底爆发了，拿着椅子就打，也不管什么章法。李森泽和吕小兰顿时被揍得鼻青脸肿，哀嚎连连。派出所里一片混乱，院外围墙上，一只流浪猫瞪大了眼睛。哇靠！他震惊了，这女人竟然敢在局子里打人！我的天啊，妈呀！他喵一声跑出去，在门口撞见了玄宝，他盯着玄宝，玄宝也盯着他。流浪猫忽然来了一句：“你妈打人呢，你妈要被抓喽，你见不到你妈喽！”玄宝跟这猫算是结下梁子了，就知道他憋不出什么好话，气得要揍他。你妈才打人，你才见不到你妈！哎呦呦呦，好凶哦，跟你妈一个呀！说完就要跑，玄宝气急了，抓起自己的鞋子，用力朝流浪猫扔出，咚的一声，鞋子好巧不巧地砸在流浪猫头上，流浪猫瞬间炸毛，打猫了。派出所门口，一个小孩和一只流浪猫打了起来。派出所内，陆婉令和李森泽、吕小兰打起来。小昭接到陆婉令电话，小昭，来保我出去。门口，小玄宝边打边喊：“姐姐，猫打人！”小昭，哎呀，我该怎么办？怎么会这样？李森泽和吕小兰被打了一顿，吕小兰一边哭一边骂，陆婉令也被压住坐在一边，只是头发乱了一点而已。玄宝跟着小昭姐姐进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么一幕，他懵了，妈妈真的打人了！小玄宝哇一声哭起来，扑到警察叔叔身边，抱住他大腿，不要抓我妈妈！他眼泪汪汪的，泪水吧嗒吧嗒往下掉，警察叔叔人都傻了。啊，小朋友你先放开。小玄宝哽咽着，我妈妈打人是不对的，但可以别抓我妈妈吗？玄宝可以代替妈妈，叔叔抓玄宝，玄宝原来的爸爸妈妈每天都打玄宝，还要菜刀剁玄宝的手，打我这么多，能不能扯平？小玄宝以为这种事情是可以扯平的，说着他挽起自己的衣袖，捞起自己的衣服，把自己身上青红交杂，新伤旧伤都露出来。众人看到这么小的孩子身上竟布满了伤痕，天啊，这是受了什么样的虐待才会留下那么多伤？一时间众人都愤怒地看向李森泽和吕小兰。陆婉令忍不住哭了，抱住了玄宝。玄宝，不是，现在是他打的我们，跟我们打小孩有什么关系？凭什么关我们？老实点，你自己看看这孩子身上的伤，还有脸问凭什么？吕小兰大喊冤枉，李森泽脸色更是难看到了极点。原本自己今天就能升职成为李总的，那可是顾氏集团旗下分公司的老总啊，以后走出去谁敢不给面子？要是陆婉令没有陆总这一层身份，我分分钟弄死他，结果现在是自己被弄死了。看陆婉令这样子，人家根本不打算放过自己。陆总，你不能这么忘恩负义。没错，我们是打了玄宝，可也没有打死他，也把他养大了。陆总，你不能这样对我们。你们不能抓我，凭什么抓我？我还有一个3岁的儿子，你们抓了我，谁照顾我儿子？我要告你们虐待妇女，灭绝人性！放开我！两人大喊大叫着，彻底被关进了拘留室。等待他们的将是下大狱关大牢。不说他们虐待玄宝的是证据确凿，而且玄宝被拐走的事他们知情隐瞒，也是帮凶，肯定逃不掉了。看见玄宝满身的伤，大家都理解陆婉令的冲动情有可原。换成自己的孩子被打成这样，估计自己连杀人的心都有了吧。最后陆婉令被警告处理，写下悔过书、保证书后，小昭终于把陆总捞了出去。
玄宝紧紧地抓着妈妈的手，生怕她又去打架，然后被警察叔叔抓。小小的玄宝可操心死了。妈妈，你受伤了。玄宝看着陆婉令脸上一道细小的血痕，很担忧。陆婉令摸着她的小脑袋，没关系，妈妈没事。你们俩，一个在局子里操椅子揍人，一个在局子门口跟猫打架，母女俩还都挂了彩。医院里，小昭拿着棉球给陆婉令擦拭消毒，医生在给小玄宝处理被猫爪的伤口。小昭查到了吗？是同一个人吗？是同一个人。顾玉荣正是先生的远方堂弟，而且这些年两人都有联系。先生也知道玄宝小姐的存在，而且还知道玄宝小姐过得不好。陆婉令不由得攥紧了手，背都止不住颤抖起来。他知道，他这个亲爹居然知道自己女儿被虐待成那样，却无动于衷。妈妈疼吗？他仰着小脑袋，一脸担忧。原来他亲妈会打架，受伤了会疼得发抖，以后一定要看好她了。妈妈没事，小玄宝，妈妈这就带你回家。正在这时候，一个声音响起：我不同意。只见一个身形高大、满脸冷意的男人走了进来，他长得很帅，穿着一身黑色西装。玄宝微微瞪大眼睛，前世死的时候，爸爸的形象渐渐清晰，和眼前的人重合了起来。爸爸，不闻，你怎么来了？万令，你出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小玄宝乖，在这里等妈妈。玄宝坐在沙发上，安安静静的。这个就是我的亲爸爸吗？可不知道为什么，一看到他，小玄宝感觉有些不安。你突然跑出来，就是为了找这个小孩？你怎么不告诉我？陆婉令原本心底翻江倒海，思绪混乱极了，可看到乖巧坐着的小玄宝，她瞬间安定下来，心底已经做好了一切决定。陆婉令直接拿出亲子鉴定，她不是别的小孩，而是我的亲生女儿。顾文心底咯噔一声，啊，她连亲子鉴定都做好了。这一下打得他猝不及防。万令，别闹了，不就是前几天没有陪你过生日吗？我都说了，我在忙。我说了，玄宝才是我的亲生女儿。顾文，你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万令，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在怀疑什么？小云朵才是我们的亲生女儿，以前你都做了2次亲子鉴定了。陆婉令甩了甩手里的报告，是吗？那这个怎么说？顾文心底有些暴躁和不耐烦。那肯定是你搞错了。行了，咱们先回去再说，好不好？小云朵一直在吵着要妈妈呢。以往只要顾文摆出不耐烦的神情，陆婉令就会让步，没想到今天陆婉令却直接转身，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玄宝我是一定要带回去的。陆婉令，你闹够了没有？你要是觉得这小孩可怜，多给一点钱就算了，你把他带回去，小云朵怎么办？你考虑过小云朵的感受吗？你怎么这么自私啊？都说了，小云朵才是我们的女儿，今天你莫名其妙带回去一个小孩，分走对小云朵的宠爱，你怎么那么狠的心？陆婉令笑了，我狠心，我有你狠心吗？亲手将自己女儿送走，这4年也知道女儿过的是什么日子，却还冷眼旁观，分走小云朵的宠爱，那宠爱本来就该是玄宝的。还有，我即使再狠心，也没有你狠心吧？再说了，你有考虑过玄宝的感受吗？陆婉令到现在都还不敢相信，玄宝是被顾文送走的。顾文，你告诉我，小云朵到底是谁的孩子？陆婉令，你简直不可理喻，小云朵除了是我和你的孩子，还能是谁的？你到底在怀疑什么？真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以前我刚认识你那会儿，你可不是这样的。陆婉令笑了，很好，亲子鉴定都摆在面前了，你还在装得也还很无辜，装得好像是妻子无理取闹，装得自己什么都不知道。看到他这样子，陆婉令几乎都要怀疑小昭查到的信息是不是错的。终于，他看了顾文一眼后，便决然转身离开。陆婉令，你发什么疯？玄宝安安静静的坐了好久，终于看到妈妈推门进来。小玄宝别怕，妈妈带你回家，我们这就走。好。正在这时候，一团东西啪一声跳下来，玄宝仔细一看，原来是在派出所里遇到的那只流浪猫。贱嗖嗖的流浪猫隔着玻璃，一脸欠揍的表情。姥姥，你爹不要你啦！先前流浪猫被玄宝揍了一顿，十分不服，一抓住机会，立刻就来嘴碎。我刚刚听到你爹打电话说不让你回去，你爹外面有人，根本就不爱你，连你妈都不爱。你就是个没人要的小孩子。玄宝心底的忐忑怀疑，啵的一声碎了，转而变成生气。你敢乱说，小心我揍飞你！玄宝脸贴在玻璃上，跟流浪猫大眼瞪小眼。玄宝怎么了？他说爸爸不要玄宝，还说爸爸给别的阿姨打电话，爸爸连妈妈都不要了。陆婉令心底惊讶了一下，你说什么？是猫说的。玄宝后知后觉，吃惊的看着流浪猫。哦，对了，只有我能听得懂猫说话，别人都听不懂。那妈妈会不会以为我在说谎，认为我脑子有病吧？这句话的信息量太大，陆婉令都不知道自己该先震惊哪一个。缓了一会儿才问道：玄宝，你听得懂猫说话？陆婉令问完后，都觉得自己的问题很荒唐。是的，妈妈，我能听懂。玄宝不想骗妈妈，他再次把自己重生，知道妈妈的电话号码以及能和猫说话的事，又都说了一遍。小玄宝，以后这2件事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玄宝点点头，记住了。陆婉令看了那流浪猫一眼，猫说的话，小玄宝是全都能听懂呢，还是只能听懂眼前这只猫的话？不管是什么，先把这只猫抓了再说。趁着玄宝和流浪猫吵架，陆婉令悄悄出去，流浪猫嗷嗷嗷的正起劲闹呢，忽然一个网兜从天而降，他一回头就见一个女人一个箭步上来，一手按住了他的脖子，流浪猫瞬间炸毛。爸
猫贩子抓猫了，救命啊！哼哼，你跑啊！本小姐的女儿你也敢欺负，不要命了！深海市顾家别墅，小玄宝，今天你暂时跟妈妈住一个房间，明天妈妈就叫人把2楼带着大阳台的房间重新装修一下，我们玄宝住那间。妈妈，玄宝想跟妈妈住一起。小玄宝跟妈妈住一起，那只流浪猫我送去检查和驱虫了，到时候我们再腾出一个房间养猫。玄宝点点头，只要有妈妈在，玄宝怎么样都可以。正想着，忽然耳边传来2道声音：我靠，那咱男友去找白月光了，每次回来那血都胖臭，快，牛马祖母终于回来了，赶紧吸2口。陆婉令听耳边嗡嗡嗡的，一巴掌就拍了过去。家里竟然有蚊子。此刻陆婉令正站在别墅转角，围墙外，顾文亲了亲花如雪。陆婉令真的找到那个孩子了吗？不过你放心，我是不可能认那个孩子的。可那孩子毕竟也是你的孩子，文哥，你为我做的太多了，每次想起这孩子，我都觉得……说着，他眼眶就红了。文哥，我很爱你，爱到可以不要名分，可以什么都不要，只是小云朵她不一样。我知道我这样已经是违背世俗，永远见不得光了，可我不在乎，甚至我也不在乎小云朵知不知道我是她的亲妈妈。可是见不得光的滋味真的很难承受，我只是不想让小云朵和我一样见不得光，我怕她被别人知道她的身份，嘲笑她是小三的女儿，一想到那样，我心都要碎了。花如雪说着，捂脸哭了起来，泪水从她眼底滑落。你说什么傻话？你才不是小三，我不爱的才是小三，一个孩子而已。当年我把他送走，就决定不要他了，如今也一样。别担心，一切有我，你别想太多了。走吧，我带你们母女俩出去吃大餐，你先去开车，我去把小云朵带出来。好，今天陆婉令不是回来吗？好像还是带那个孩子回来，你不接他们一下吗？接，我已经跟他说了，敢把那孩子带回来，我就跟他离婚，大不了再把那孩子赶出去就行了。我顾家闭门，不是随便谁都能进的。他说这话的时候，面色冷绝，一身修身的西装显得他更为高冷霸气。花如雪唇角翕动，不知道说了什么，然后转身去开车了。顾婉令看着顾文离开，他感觉自己站不住了，后退几步，一屁股跌坐在了地上。妈妈，你怎么了？玄宝感觉到这次妈妈的手不仅冰凉，人还在颤抖。陆婉令抱住了玄宝，没事，小玄宝，妈妈真的没事。于是玄宝安安静静的陪妈妈坐着，很快看他肩膀耸动，头埋在膝盖里。妈妈，玄宝只觉得心脏很疼，眼眶也跟着红了。没事，玄宝，妈妈没事，妈妈就是觉得对不起你。他对不起自己的女儿，也对不起他自己，更对不起当初苦口婆心劝他的父母。人前不可一世，翻手能颠覆商战风云的女总裁，背后却是如此的愚蠢狼狈。我为了一个男人什么都看不清了，甚至还差点害死了自己的亲生女儿。但是很快陆婉令就收拾好了心情，心底早已被愤怒和仇恨充满了。小区凉亭里，陆婉令叫来了小昭。小昭，你以最快的速度去把我所有的财产都进行一次清算，包括顾文花出去的，顾家每个人花的都做一个详细的统计。小昭得知了事情的缘由后，看着陆婉令还要带玄宝回家，不忍心的说道：陆总，要不回去了吧，带玄宝小姐去外面重新再买一套房。凭什么？这一切都是用我半条命打拼来的，凭什么让他们住，反而让我的玄宝跟见不得人似的搬到外面去住，然后看着他们住在我打拼来的别墅里，其乐融融？应该滚出我家的是他们吃了我的1粒米都得吐出来，属于玄宝的一切，我要让他们加倍奉还。走，玄宝，我们回家。陆婉令牵起玄宝，脸色极冷，满眼坚定。陆婉令带着小玄宝直接回别墅。此刻正是傍晚，顾文带小云朵出去吃饭了。顾家3个儿子上课后辅导还没有回来，顾家老太和老头正悠闲地坐在小花园里喝茶，等阿姨做饭。见陆婉令领着一个小孩回来，顾家老太啪一声把茶杯搁在桌子上，板着脸，面色冷冷的，一副等着陆婉令给自己来请罪的样子。陆婉令根本无视他们的存在。玄宝，饿不饿？妈妈，我饿了。那我们先吃饭，吃完饭妈妈叫人给你把房间整理出来，等安顿好了，咱们就去看看你喜欢在哪里上学。玄宝乖乖点点头，反正跟着霸道妈咪，她说的话我全听就是了。见陆婉令和玄宝根本不理睬自己，顾家老太和老头脸色难看到了极点。站住，没看见长辈还在吗？一声招呼都不打，你的教养哪去了？我问你，这个小孩哪来的？你带他回来干什么？玄宝哪儿来的？你难道不清楚吗？顾家老太一噎，他自然清楚，当年小云朵还是他抱回来的。当年顾文找到他说，我有个心爱的人，我们俩人感情很深，但一次意外，正好和陆婉令同时怀孕，同时生产，我想把孩子抱了过来，把这孩子跟陆婉令生的调换一下。顾老太虽然责怪他糊涂，但毕竟是自己的儿子，哪有不帮着的道理？而且都是女孩，谁是谁都无所谓，反正都是顾文的种。于是他帮顾文隐瞒下了这件事。没想到昨天陆婉令突然找到了玄宝，顾老太也蛮慌的。不过一晚上之后，他就想清楚了。哼，找到了又怎么样？4年前扔都扔了，如今顾家是不可能承认这个孩子的，否则被别人知道了，我们顾家还怎么有脸待在深海市？
是，你一天到晚在外面抛头露面，现在又带个不三不四的小孩回来。陆婉令，你是想让我们顾家成为别人的笑话吗？陆婉令眯起眼睛，以前我爱顾文，尊他老娘为长辈，现在谁敢说我女儿是不三不四的人，我就泼他。想到这儿，陆婉令大步走了过去，抓起桌上的茶杯一甩手，一杯茶就泼到了顾老太脸上。唰，顾老太震惊了，一直板着脸做威严状的顾老头也愣住了。以前陆婉令深爱顾文，怕极了顾文跟他离婚，不仅把自己的钱都给了顾文，帮他做起顾氏集团任劳任怨的工作，对他们的指责从来不还嘴，百依百顺。现在居然拿茶水泼他，你居然……当年你们做了什么，你自己清楚。我警告你，再敢说我陆婉令的女儿不三不四，看我怎么收拾你！顾老太气得浑身哆嗦。陆婉令一个潇洒转身，牵着玄宝进屋了。玄宝整个人也是傻的，我的亲妈果然是霸道，一言不合就动手。可是玄宝抬头看着妈妈，见她抿着唇，一声不吭，眼角还有些泛红，小玄宝便知道了，妈妈其实还是很伤心的。玄宝握紧了妈妈的手，暗暗下定决心，以后我一定要保护好妈妈。现在我也算是有本事了，有蚊子大军、猫猫大军、狗狗大军，能听懂我说话的所有动物都是我的大军。妈妈保护了我，我也要保护好妈妈。我和妈妈再也不要被别人欺负。小玄宝，吃饭吧。妈妈。玄宝用力点头，坚决跟妈妈一条战线。陆婉令帮玄宝洗了手，抱着他坐下，餐桌上摆上了做好的几道菜。陆婉令不在，他们吃的可好了，有澳国空运来的雪鲈、蓝鳍金枪鱼，有从 F 国进口来的鹅肝、黑松露，有使用大白鲟制作，盒子外层涂有金箔的 ALS 鱼子酱。陆婉令给玄宝盛了一碗大米饭，挖了一大勺鱼子酱放在白米饭上面，又把鲜香蒸熟的雪鲈和金枪鱼鱼肉推到玄宝面前。夫人，这雪鲈和金枪鱼是留给小小姐的，虽然小小姐晚上不一定在家吃饭，但还是要留的。还有这黑松露，这是老夫人的。哎呀，快放下！这你是谁呀？他嫌弃地看了一眼玄宝，这小孩谁啊？跟着别人来做客，问都不问就直接吃人家东西，也太没教养了。长得又黑又瘦又黄的，穿着一身与他不符的新衣服，怎么看都怎么上不得台面。比起小小姐，这小孩简直就是乡巴佬。玄宝看了一眼妈妈，再看了一眼保姆，嗷呜一大口，嚼，吃就吃，妈妈让我吃我就吃。我的天，这可是爱子鱼子酱，你知道有多难买吗？这么贵的东西不是这么吃的，你竟然直接嚼！啪！陆婉令把筷子拍在桌上，冷冷地看着做饭阿姨。在这个家，一个保姆都敢对她指手画脚了。不想干了是吧？我在这里吃饭，有你多什么嘴？滚出去！做饭阿姨一愣，赶紧看向门外。顾老太刚刚被气得半死，现在刚缓过来，立刻就怒气冲冲地进来了。老夫人，您看看这！保姆立刻迎上去告状，您的鱼子酱，还有小小姐的鱼，哎呀这！顾老太定睛一瞧，就见玄宝正大口大口地吃饭，白米饭上面铺着的，赫然就是他花大价钱买回来的 ALS 鱼子酱。他顿时感觉心被剐了一块肉似的，心痛极了。太没教养了，你是个死鬼投胎，没吃过饭吗？鱼子酱被你吃得跟牛啃草一样，你知道这个东西多少钱吗？他愤怒地冲上去，一把夺走了桌上的鱼子酱，然后指着玄宝的鼻子。这些年他刻意装出来的富贵老太太形象，在此刻消失殆尽。我们顾家不欢迎你，不知道哪个山沟里钻出来的寒酸玩意，上不得台面的混账东西，还妄想进我顾家的门。玄宝咬牙，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生气，他就吃。玄宝挖了一大勺米饭，一口送进嘴里。顾老太气死了，抬手就要去扇玄宝。陆婉令面色极冷，慢慢的放下汤勺。你的手敢落下来试试？敢打他，我就敢拧断你的胳膊。顾老太一僵，手就这么举在半空中。顾老太气的血压都高了，脑瓜子嗡嗡的。但那只想要扇玄宝的手却迟迟不敢落下来。就在顾老太上不得下不得的时候，顾文带着小云朵回来了。妈妈，你回来啦！刚才我去梦梦家玩时光车，妈妈什么时候给我买车？小云朵伸手要去拉陆婉令，陆婉令冷淡地避开小云朵的手，继续给玄宝夹菜。喂，小玄宝，多吃点，不用管其他人。玄宝点点头，心里却在默默思索，在这个家里，除了爸爸、爷爷和奶奶，其他人也是妈妈的小孩，自己应该跟他们好好相处，不让妈妈操心。前世玄宝活到了8岁，再看眼前的小云朵，就觉得自己是姐姐，应该主动打招呼。妹妹你好。不想小云朵忽然指着他，生气的大喊，你是谁？为什么在我家？我叫玄宝，是妈妈的小孩。果然，爸爸和花老师说的是真的，妈妈带回来了一个小孩。你要跟这个小孩好好相处，以后要多忍让，他喜欢的东西要让给他。这个小孩不是我们顾家的小孩，是妈妈带回来的野孩子，你才是顾家的小公主，不必忍让谁。这一切在小云朵脑海里一转，很快就明白过来，这个野孩子是来抢我东西的，抢我的妈妈，抢我的家，还要抢我小公主的位置。我没有姐姐。小云朵反应很激动，眼泪汪汪的看着陆婉令。妈妈，他是谁呀？妈妈不要小云朵了吗？哇哦，
妈妈不要小云朵了。小云朵哇一声就哭了，配上她精致可爱的形象，让人一下就心疼了。我不要妈妈爱别的小孩，妈妈，你把她赶出去。小圆朵不要姐姐，我只要妈妈。呜，妈妈不爱小圆朵了。爸爸，妈妈不要小圆朵了。陆婉令唇角翕动，心底闪过一丝不忍。小云朵毕竟也才4岁半，但是她没有动，也没有去哄小云朵。陆婉令，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你简直太没人性了！你考虑过小云朵的感受吗？难道就不心疼小云朵吗？小云朵才是你的女儿，我们顾家本来好好的，你非要把这小孩带回来，破坏我们的家庭。现在你满意了？顾文抱着小云朵，手温柔的在她后背轻轻抚着。突然找了个小孩，就说是自己的亲生女儿，说带回来就带回来，也没有问过我们同不同意。陆婉令，你也太自私了。婉令，这次你做的的确，我们一家本来好好的，这小孩一回来就鸡飞狗跳。自己看看，这像话吗？你要真可怜这小孩，把他送去福利院，多给点钱。再不行，就在外面买个小公寓，请个保姆养着就行了，非要带回来搞。众人纷纷指责陆婉令，没有一个人站在陆婉令这边。小玄宝看到他们，你一句我一句的，全都是在指责妈妈。原来妈妈在这个家里也是孤立无援，就好像我在养父母家的时候，也没有一个人站在我这边。或许自己曾经是这么过来的。此时此刻，玄宝特别能体会妈妈的感受，于是他抓住了妈妈的手。妈妈不要害怕，妈妈还有小玄宝，我会一直站在妈妈这边的。此刻，陆婉令心里确实很难受。为了顾家，我在外面吐血挣钱，10年如一日的付出，他们张口却说我自私。他们拿着我挣的血汗钱，全家人吃着山珍海味，住着大别墅。顾文还养着小三，给小三买车、买别墅、买珠宝。他们不自私吗？当初他们瞒着自己把玄宝送走，现在我把亲生女儿带回来了，他们却一个个的指责我，玄宝才是我的亲生女儿，他们却要把玄宝送去福利院，难道他们不自私吗？玄宝小手传来的温暖，把陆婉令从心寒的冰窟中拉了出来。陆婉令深吸一口气，温柔安慰道：小玄宝好好吃饭就行了，其他的交给妈妈，别担心，妈妈不会有事的。玄宝看着妈妈的眼睛，确定她是真的没事，这才点头答应。妈妈打妈妈的，我乖乖吃饭，不给妈妈添乱。玄宝一边吃饭一边寻找目标。小蚊子呀，小蟑螂都去哪？要是现在有他们在，我一挥手，小蚊子、小蟑螂们立刻过去帮妈妈咬人，那该多好啊！此时，陆婉令拿出一份文件，冷冷地开在桌上。这是我和玄宝的鉴定报告，以后别再让我听到你们说玄宝是野孩子的话。接着，陆婉令又拿出一张鉴定报告，这是我和小云朵刚做的亲子鉴定。顾家人脸色一变，他是什么时候又做了和小云朵的鉴定？我们怎么不知道？陆婉令看到他们的表情，恍然大悟。其实他们全都清楚，小云朵不是我亲生的，以前就是他们联手起来欺骗我的。陆婉令继续拿证据，这是顾文汇陆华域机构的转账记录和证据。华域，国内最大的第三方检测机构，虽然是非官方机构，但该机构以实事求是，绝不造假，为公司准则，这也是陆婉令之前没有怀疑的原因之一。之前你们送检的样本根本不是我的样本，这是原始数据记录，这是当年调换检测样本的检验员张某的口供，这是玄宝刚出生时录入的脚底纹和小云朵的对比。陆婉令把证据一一摆出来，所以小云朵根本就不是我的亲生女儿，你们偷偷的把我的亲生女儿送走，塞了一个不知道谁生的给我，现在你们还有脸指责我破坏家庭？到底是谁在破坏家庭？还有，别忘了，是我拿我的钱白手起家开公司，才有了现在的顾氏集团。你们这些年吃的、喝的、住的、用的，全部是我挣来的钱，还有脸说我自私？陆婉令越说越生气，终于忍不住愤怒，把资料都甩到他们的脸上。小云朵惊呆了，此刻她能明白，就是我不是妈妈的女儿，现在妈妈带回来一个新的女儿，不要我了。这回小云朵是真的哭了，妈妈，我要妈妈。她哭着朝陆婉令伸手，满眼都是惊恐。陆婉令狠心的别过脸，顾文心疼的不行。陆婉令，你还是人吗？这是你养了4年的女儿，不是什么阿猫阿狗，你当着孩子的面说这些，对孩子的伤害有多大？哎呦喂，你妈真是狼心狗肺，怎么那么狠的心啊？现在你们知道对孩子的伤害大了，当年换孩子的时候怎么不想想今天？真是好厚的脸皮呀！你们的女儿是女儿，我的女儿就不是女儿了。顾文理屈词穷了，却还在强词夺理。我跟你无法交流了，简直泼妇一个。顾文抱着哭喊的小云朵，刚要走，忽然看到了检验员的口供，也就是说，你报警了。陆婉令，有什么事回来好好商量，你到底想干什么？他嘴里这么说着，心里却是既愤怒又庆幸。还好，幸亏我得知陆婉令去凌云市的时候，就立刻安排顾玉荣出国了，否则以他的性格，要让他抓到顾玉荣，此刻摆在我面前的就是一副银手铐。顾老太也气得拍桌子。陆婉令，你这个恶毒的女人，还来真的了。女儿最终都是泼出去的水，为了一个女娃，就要毁掉家庭的幸福和血码。顾老太指着陆婉令骂：你报什么警？难道害得阿文被抓进去，你就光荣了吗？那可就太光荣了，我不仅光荣，我还要买全网热搜，使劲宣传。够了，都闭嘴！婉令，这2个孩子都是顾文的血脉，你何必这么计较？
堂堂一个集团的总裁，心胸这么狭窄。阿文是不对，但他也是爱你心切。再怎么样，这些年他也没有跟你离婚吧？你差不多就行了。顾老头的意思跟顾文之前的威胁不谋而合。顾家人都认定陆婉令爱惨了顾文，最怕的就是离婚，只要拿离婚警告，他就老实了。没想到陆婉令冷笑：“那就离婚好了，我求之不得。”顾家人瞬间哑口无言。不过他们依旧天真的以为陆婉令说的都是气话，他为我们顾家付出这么多心血，甚至不惜跟娘家决裂。要是真离婚了，他根本没有地方去。陆婉令懒得再跟他们吵，这顾家人的嘴脸都是一样的，丝毫不觉得自己做的错了，反而觉得是我错了。他们觉得现在的生活很幸福，家庭和睦，殊不知这些都是建立在我的隐忍上面。现在我不再忍耐了，反而就成了破坏和谐的罪人。交换孩子和亲子鉴定的事情，人证物证齐全，写都板上钉钉，所以我可以毫无顾忌的翻脸了。第一轮交锋下来，陆婉令强势碾压，大获全胜。顾家人气得都吃不下饭了，只能眼睁睁看着陆婉令带着玄宝住下来。玄宝就着亲妈的一顿输出，饱饱的吃了一顿晚饭。今天的饭好香啊，我从没吃过这么好的饭菜，以后我也要像妈妈那样勇敢。人家都说虎父无犬子，妈妈是老虎，我也要做一只小老虎。但是敏感的玄宝明显的感觉到妈妈还是很生气，她虽然不表现出来，但就是生气了，也很不开心。我帮不上妈妈，但是我可以帮妈妈出气呀。陆婉令带着玄宝回到房间后，玄宝你在干什么？陆婉令刚放好东西，就见玄宝趴在床底下，不知道在做什么。妈妈，我没干什么。陆婉令看看玄宝那心虚的样子，好笑的捏了捏他鼻子，是吗？于是他瞥了一眼床底，果然什么都没有。我再看看有没有蚂蚁，还有蟑螂、老鼠这些。原来小玄宝在看蚂蚁呀。明天妈妈陪你去花园看。一定是玄宝小时候没有玩具，也没有玩伴，只能看蚂蚁来打发时间，自我消遣。陆婉令想到一个小小的孩子孤零零的蹲在角落里看蚂蚁，觉得心疼极了。小玄宝呀，这几天你暂时跟妈妈住一个房间，明天妈妈就叫人把2楼带着大阳台的房间重新装修了，我们玄宝住那间。妈妈，我不要，玄宝只想跟妈妈住一起。陆婉令抱着玄宝窝在房间里的单人沙发上，只觉得这一刻很幸福。那小玄宝就跟妈妈住一起，那只流浪猫暂时送去检查和驱虫了，到时候我们再腾出一个房间养猫。只要有妈妈在，小玄宝怎么样都可以的。忽然耳边传来2道声音，哇靠，那咱男友去找白月光了，每次回来那血都胖走，快，牛妈祖母终于回来了，赶紧吸2口。玄宝愣住了，看向声音来源，陆婉令只听耳边嗡嗡嗡的，一巴掌就拍了过去。蚊子族。陆婉令看着手里被拍成肉饼的蚊子，皱了皱眉。房间里竟然有蚊子。玄宝指着他手里的蚊子，刚才蚊子说爸爸去找白月光了。妈妈，白月光是什么意思？陆婉令神情一顿，考虑了一下，白月光指的是天上皎洁的月亮，用来形容可望不可及的人或物，永远得不到，却永远记在心里的。说完，陆婉令自嘲地笑了。原来花如雪还是顾文的白月光呀。那我呢？我是顾文的什么？18岁的时候，陆婉令被大她10岁的顾文吸引，还很快怀了孕。当时她觉得我是最幸运的那个，哪怕怀念着书，我也要把孩子生下来。她一直以为自己是顾文生命中唯一一个女人，现在回头想想，真是可笑。真的吗？可蚊子说，每次爸爸去找白月光后回来的血都是胖臭，所以白月光也是胖臭的吧？小玄宝很是疑惑，到底哪个说的对呢？陆婉令一愣，旋即哈的一声笑起来，心底的乌云也烟消云散。胖臭，哈哈，好了，心里平衡了。谁年少时候还没有犯过蠢呢？小玄宝，咱们洗澡去。晚上，陆婉令搂着玄宝，睡得极其安心。起来，快起来，嗡！时间到了，他不起来，要不要咂他一口？睡着的玄宝微微皱眉，本能的抬手啪一声。卧槽！在我半夜12点叫你起床，你还过河拆桥，杀我灭口啊！嗡嗡嗡！可惜眼前的是万兽之主，等于是他们的小主子，所以他的吩咐，他这么小一只蚊子是完全没有办法反抗的。玄宝被嗡嗡声吵醒，发了一会儿呆，在蚊子的嗡嗡声中，他想起来了，是自己让蚊子叫他起床的。玄宝悄悄爬起来。我们有多少人？不是15万，45万零2个。嗡嗡！哇，好厉害！出动！小玄宝小手一挥，眼里闪着光。翌日清晨，来人啊！来人啊！顾老太和顾老头一边喊着一边冲了出来。顾老太喊着喊着，眼一翻晕了过去。顾老头脸色煞白，哆哆嗦嗦的想说什么，也是说不出话了。他们的头发被老鼠啃得乱七八糟，嘴里都是蟑螂屎和老鼠尿，满房间都是恶心的臭味。陆婉令捏着鼻子，他现在才反应过来，昨晚小玄宝鬼鬼祟祟的趴在床底。没错，肯定是这小家伙干的。没想到小家伙真的能和动物交流，还叫来了一群老鼠蟑螂。昨晚我还觉得他没有玩具，只能和蚂蚁说话，好可怜。现在觉得
这小家伙怎么还是个白漆黑呢？陆婉令看了一眼旁边惊呆的做饭阿姨，看什么看？还不送他们俩去医院？由于保姆房在陆婉令房间的旁边，做饭阿姨反而没遭殃。至今，小云朵和3个儿子都没有出来，可见玄宝没有报复他们。陆婉令亲妈滤镜又上来了，我的小玄宝善良又可爱，懂事的让人心疼。顾老头见陆婉令居然不管他们，兀自带着玄宝坐下就吃早餐，他气得不行，呵斥了几句。没看到老人都病倒了吗？大不孝的东西！他一张嘴，嘴里都是蟑螂、老鼠、屎尿的味道。他的胸膛急剧起伏几下之后，就翻白眼晕倒过去了。小云朵的房间里，3个哥哥都在陪着他。昨晚他们下课回来，就听到小云朵哭了，后面才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早上起床，打开房间门一看，他们的妈妈陪着那个小孩，温柔地喂他吃东西。老大很不爽。这时候小云朵醒了，手脚被咬了好几个大包。好痒！小云朵一边挠一边哭。哥哥，小圆朵被蚊子咬了。3个哥哥急得不行，又是忙着跑着去找药，又是抱着小云朵不停地哄。家里怎么会有蚊子？真可恶，都在一个房间，怎么都咬小云朵不咬我们？一定是觉得我们小云朵可爱，欺负我们小云朵。陆婉令听到这些动静，眼皮也不抬。来，小玄宝，再吃一碗。妈妈，玄宝吃不下了，真的吃不下了。陆婉令转身拿了一杯牛奶，吃不下了，那就喝点牛奶。正在这时候，3个哥哥抱着小云朵下楼来了。小云朵都被蚊子咬了，你还好意思在这里喂别的小孩吃早餐？陆婉令瞥了他们一眼，别逼我，在我心情好的时候扇你。儿子们顿时一噎，震惊地看着陆婉令。妈妈这是怎么了？以前妈妈不是这样对我们的。陆婉令的确对3个儿子很失望。昨天晚上他们回来后就已经知道了事情的全部，他们却不来问一问我为什么，就直接认定是我不对。这些年我算是白疼他们了。当初顾文按照朝思暮想，分别给儿子们取了名字，老大叫顾朝，老二叫顾思，和老3顾想是双胞胎。以前陆婉令觉得很甜蜜，这是顾文对我的深情倾诉，真的好喜欢这3个儿子的名字啊！现在终于明白过来了，顾文朝思暮想的是他的白月光花如雪啊！陆婉令没了胃口，扔下餐具不吃了。小玄宝，妈妈带你出去，看你喜欢什么，我们今天就把房间布置好。玄宝看了3个哥哥一眼，这就是我的3个哥哥吗？可是他们好像不喜欢我呀。没关系的，不喜欢我的我也不喜欢，只要我喜欢妈妈，妈妈喜欢我就行了。玄宝牵了陆婉令的手，正要走。妈妈，你非要这样才行吗？她到底有多好了？不过就是多了一层血脉关系。小云朵可是你养了4年的女儿。妈妈，以前我们一家多好啊，你就不能考虑一下大家的感受吗？顾想抱着手臂，冷嗤一声，你还叫他妈呢？我们才没有这么糊涂的妈呢。 3人十分不爽地瞪着玄宝，真想不通，这个小孩有什么好？又黑又瘦，脸颊都凸起来了，2只大眼睛跟外星人似的，丑死了，一点都不像我们的小云朵，肉乎乎的，又精致又漂亮，还会跟他们撒娇。眼前这个丑小孩，见了面连一声哥哥都不会叫。正气愤着，忽然连续响起啪啪啪的声音，陆婉令一人给了他们一个大嘴巴子。他冷冷说道：“我警告过你们了，别逼我在心情好的时候扇你们。”陆婉令甩手后，带着玄宝霸气离开。小玄宝一脸的震惊：“哎呀呀，妈妈这个一言不合就动手的毛病得改了。上辈子死之前，我明明看到妈妈是很温柔呀。”看看3个哥哥都被扇傻了。不过不管妈妈是怎么样的，她都是玄宝的妈妈。玄宝坚定地抱住了妈妈的手臂，小脸贴贴。顾家3兄弟动作统一的捂着脸，满眼都是不可思议，震惊中带着愤怒，愤怒中还带了点羞恼。尤其是顾朝，他17岁了，正是自尊心最强的时候，居然被扇了巴掌。要知道，从小到大，他们都没被这样打过。看到妈妈走远，小云朵才终于憋不住，哇的哭出来。妈妈不要小圆朵，妈妈不爱小圆朵。呜，哥哥，我要妈妈，我不要那个坏小孩。呜呜。小云朵哭得伤心极了，又哭又闹，一张小脸楚楚可怜。哥哥把那个小孩赶走，我讨厌那个小孩，打死他，打。呜呜。小云朵眼睛都哭肿了，惹得3个哥哥心疼不已。我看他这是被下降头了吧？为了一个从没见过的小孩，竟然这样对我们。老3顾想咬牙切齿，小绿茶也不知道用什么手段哄了妈妈高兴，小年纪就这么多心眼。我看妈妈会打我们，绝对是这小绿茶怂恿的。这种小孩，我永远不会承认，她是我妹妹，她不配。陆婉令带着玄宝刚离开别墅，顾文就怒气冲冲地回来了。他顶着2个黑眼圈，一向很注意形象，此时却头发凌乱。爸，你怎么了？你妈呢？她带着小玄宝出去了。顾文压抑着怒火，一大早，方姨打电话给他。昨天晚上家里不知道哪里来的老鼠和蟑螂，把老爷子和老太太吓晕了，现在2个老人住医院了。顾文昨晚也没有睡好，就在半夜的时候，他一抬头，看见屋子里一片绿闪闪的眼睛盯着他，他吓得头冒青烟，当场就泄了气。赶紧打开灯后，发现什么都没有。不会有鬼吧？花如雪害怕极了。睡吧，你最近太累了。花如雪温柔安慰。2人刚准备睡着，床底忽然窸窸窣窣，感觉有什么东西在他们脸上爬过去。2人惊醒，又什么都没有。准备睡着的时候，有人摸他们脸的感觉又来了。一晚上就这样反复折腾，直到早上，忽然冒出一大群老鼠蟑螂。花如雪吓得晕了过去，此刻也躺在医院呢。原以为是个巧合，没想到家里2个老人也中招了。顾文第一时间就想到了陆婉令，一定是他搞的鬼，他的
心胸怎么就那么狭隘啊？顾文怒气冲冲地赶回家里，却不见他人。先别说了，去医院看看你们爷爷奶奶，我回去就和他离婚。顾文压着怒火说道。他洗了很多次澡，依旧觉得自己身上是臭的。顾老头颤颤巍巍，虚弱地摇头。现在还不能离。18年前，顾文是大学教授，人长得好，工作稳定，却单单就娶了陆婉令，是因为陆婉令有钱。虽然搞不懂他家里是干什么的，但他有500万存款。顾文和陆婉令结婚后，这500万就是他们的了。陆婉令还投资开启了公司。当时你研究的那个宠物用药根本没有什么前途，是他把这个研究成果变现，给你开启了公司。虽然不愿意承认，但陆婉令说的对，顾家能有今天，都是陆婉令打拼来的。顾氏集团18年了，从开始几年的营收破1000万，到现在营收破10亿，刨去风险和投资，每年净利润都过亿啊！也就是说，每年他们顾家都有1个亿的收入。现在集团风险由陆婉令承担着，利润由我们顾家拿在手里。如果离婚的话，这些钱肯定被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一半给他。这么多钱分出去，甘心吗？他要是甩手不管顾氏集团了，顾氏集团也得分一半。没错，不能把我们的钱分给他。顾文憋屈地攥紧拳头。这个婚不能离。如今我名下的资产大概有5个亿，如果离婚要分给陆婉令2亿多，大别墅都要分他一半。而且我们家没有人有经商天赋，如果离婚就没有人继续给顾家赚钱了。顾老头两眼发黑，但还是坚持说道。所以离婚可以，但我们得想个办法把钱都拿在手里。还有顾氏集团，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拿捏住他？我意思是离婚可以，但他不能走，他必须得继续打理顾氏集团。再说吧。顾文烦躁地离开病房，去隔壁看花如雪了。在顾文他们商量怎么抢钱、怎么拿捏陆婉令的时候，窗外有几只小鸟正歪着头看他们，叽叽喳喳地说着什么。花如雪听了顾文的苦闷，温柔地握住他的手。文哥，我知道你心里憋屈，不爱他了，却无法跟他离婚。你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他作为你的发妻，你一直念着这情分，是他不懂。花如雪很会给男人面子，2句话说的顾文心情好了很多。我先出去一趟，辛苦你安抚一下小云朵，你也要好好休息。花如雪看着周围都没有人了，才伤感地说道。小云朵，你很爱那个妈妈，不爱我这个妈妈了吗？怎么就闹成这样了呢？小云朵扁着嘴巴，还在抹着眼泪。很早之前，爸爸就告诉我，我有2个妈妈。爸爸说，家里的妈妈负责赚钱，给我买很多好东西，外面的妈妈很温柔，会陪伴我玩耍成长，还让我一定保守这个秘密。这些年确实也这样，他没有告诉过妈妈，爸爸外面还有一个妈妈的事情，讨得两边都欢心。可是他们没有说过我不是妈妈的小孩啊，我竟然是如雪妈妈生的。小云朵对世事还懵懂，一知半解。家里的妈妈很有钱，可大方了。梦梦有一件漂亮公主裙，爸爸和如雪妈妈说太贵了，养成了花钱的习惯可不好，但家里的妈妈二话不说就给我买了。梦梦有时光车，爸爸和如雪妈妈说买那个东西来没有用，家里的妈妈想都没想就答应给我买了，所以我才不要选如雪妈妈，我要家里的妈妈。在顾家焦头烂额的时候，雷厉风行的陆婉令当天上午就确定了装修方案，中午就带了人回来，把顾老头老太住的那个大主卧砸了。啊，这么好的装修，真的要砸吗？你们没闻到房间里的味道吗？都是蟑螂老鼠的屎尿味，不砸了留着干什么？有钱人果然豪横啊，不过是蟑螂老鼠而已，深度清洁一下就好了。结果人家就直接砸了，墙壁都要刮一层下来，全部重新装修。此时陆婉令心情很好，看着小玄宝吃着冰淇淋，听着枝头上的小鸟叽叽喳喳。我要强硬起来，再也不受顾家骂了，我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别墅也是我挣钱买的，砸了大主卧，大主卧就该是我的。砸了顾文那个最大次卧，装修好留着给玄宝当房间。砸了顾文妹妹那个带着阳台的大卧室，给玄宝当衣帽间。这别墅他们顾家人一块砖也别想占。工程刚进行到一半，突然有一个人回来了，正是顾文的妹妹顾诗。看到自己房间被砸，她惊呆了。你竟然砸我房间，这是我的房间！顾诗气急了。当她听到陆婉令把爸妈气进医院的时候，她就立刻赶来兴师问罪了。没想到看到的却是自己房间被砸掉的情景。你的房间，不知道的还以为这别墅是你顾诗买的呢。搞清楚，这别墅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大到你哥的命，小到一棵花草，都是我花的钱。至于你跟这别墅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滚出去！顾诗从没被陆婉令这么对过，血压一下就高了。我告诉我哥去，你敢这么对我，还想不想跟我哥过日子了？没想到陆婉令眼皮都没有抬一下。去吧，赶紧的。顾诗一点上风都占不到，被对的气死了，有点语无伦次。陆婉令，你搞清楚，在这是我们顾家，只有你是外人，你一个外人竟然敢这么对我，我这就让我哥跟你离婚。原来我为顾家付出了那么多，在他们眼里不过只是个外人。昨天我已经跟顾家人争执过了，现在我懒得听他们废话了。他站了起来，
啪一声把茶杯搁在桌上，顾诗下意识后退一步。你想干嘛？陆婉令面色冰冷冷的，直接上前抓起顾诗的后衣领，把他扔了出去。顾诗想要立刻追上去，却发现别墅大门换了锁，他进不去了。顾诗气得在外面破口大骂。玄宝看着这一切，见妈妈撸着袖子走回来，他转头跟小鸟说道：看到了没，我妈超凶的，以后你们可别想欺负我妈。谁敢欺负万寿主的亲妈呀，以后拉屎都要飞远点才行。玄宝在说什么呢？妈妈，小鸟正在跟我汇报情报。他们说什么了？他们说爸爸在医院里得了什么睡不起来的病。嗨呀，这个不是重点。他们还说爸爸和爷爷奶奶正在商量着怎么抢完妈妈所有的钱。他把小鸟打探到的情报一字不落的说了。陆婉令听完，真是要被顾家的无耻给恶心坏了。顾家吃我的，喝我的，用我的，现在他们做了伤天害理的事，居然连财产都想着全部拿完，不仅想拿完，还想让我免费给顾家打工，真是做他们的春秋大梦。不过财产分配这个问题，我也要好好想想，要怎么才能离婚？财产不分出去呢？顾家人对我这么狠毒，我不仅不能让他们占一分钱的便宜，还要让他们流落街头，跟狗抢饭吃。陆婉令越想越多，最后叹了一口气：妈妈不愁。玄宝伸出手摸摸他的额头，摸摸虎头，万事不愁；摸摸虎身，能屈能伸。不管是前世还是今生，玄宝都没有上过学，这是他学到的，觉得最好的2句话了。陆婉令故意板着脸说道：说谁是老虎呢？妈妈是老虎，我是小老虎。陆婉令忍不住笑起来。玄宝呀！陆婉令暗暗叹了口气，想到了自己的娘家。你以后长大了，千万不能像妈妈这样被一个渣男骗了，再也难回头。玄宝似懂非懂，觉得妈妈好像藏有心事。妈妈放心吧，玄宝不会不要妈妈。陆婉令思绪复杂，想了想，最终说道：玄宝，妈妈准备带你回去见见外公外婆。当年为了顾文，伤透了父母的心，他没脸面对父母了。可是他希望小玄宝有个强有力的靠山。这几天，陆婉令仔细回想了玄宝说的话。他说前世爸爸带妈妈来见玄宝最后一面，但妈妈也死了，自己很难保证顾家不会做出什么更出格的事。为了玄宝，我得早做打算。顾家老头老太躺在病床上，一想起陆婉令，他们心底就怨气十足。这时候，顾诗来了。妈，你们怎么还躺着呀？顾老太以为顾诗是来关心自己的，还不是被你嫂子气的。你们赶紧回家吧。不回，我要让那姓陆的知道我们生气了，这次是绝对不会主动搭理他的。直到现在，顾老太还笃定陆婉令不可能不来接我们。除了顾文，陆婉令还很在意那个小野种，不是想接小野种回来吗？不是要送小野种上学吗？那肯定得上户口吧？想让小野种上我们顾家的户口，那必须得来求我们。顾老太想到这里，冷笑一声，把握十足。你去告诉他，要想让那孩子上我们顾家的户口。没想到他话还没说完，就被顾诗打断了。哎呀，我的亲娘啊，再不回去，咱们连住的地方都没了。我的房间都被陆婉令砸了。什么？不仅我的房间被砸了，哥的房间也被砸了，你和爸的大主卧也被砸了。顾老太蹭一声坐了起来，一时间气得自己嘴里的恶心味道也闻不到了。他敢！顾老头也爬了起来，脸色冰寒。好，给他脸了是吧？来人，立刻扶我回去。顾家老头老太把顾文也叫了回来，一家4口气势汹汹地赶回别墅。然而还没踏进别墅的大门，就被门口等候着的黑衣保镖扔了出去。现在顾家人连家门都进不去了，像拎小鸡一样被扔出来。报警！立刻报警！保镖戴着墨镜，岿然不动，面无表情。可以报警，陆总说了，如果顾家人报警，就拿着2个小孩的亲子鉴定复印1万张到顾文的学校去发。顿了一下，他又强调，还要保证学校领导、每位老师、每个学生都人手1张。顾文顿时偃旗息鼓，咬牙切齿。陆婉令，你到底想怎么样？还想毁了我在学校的声誉吗？此时没有地方出气的顾文，把怒火全部发泄在顾诗头上，还不赶紧把电话挂了？可是哥，他砸了我们的房间啊，爸妈都没地方住了。我叫你挂了，你就挂了。顾老太赶紧抢过顾诗的手机，挂断了报警电话。我儿子的名声可不能被那个女人毁了。最后，除了没有被砸掉房间的3个儿子，其他人都只能不甘心的走了。顾朝抱着手臂，冷冷的看着眼前的别墅。妈妈把好好的家搞成这样，还想我们3个会跟他住一起？我跟爸住都不会跟他住的。 3个儿子心底有怨气，就是故意不回去。就是妈妈不想要爸爸他们了，但他还会要我们兄弟3个的。要想我们认他这个妈，他必须跟爸、爷爷奶奶和小云朵道歉。顾文带着父母和妹妹全都住到花如雪那边去。事情怎么变成了这样？我只想做顾文的爱人，可现在不但顾文的父母，还有这一大家子需要我伺候，我可伺候不了。飞机上，玄宝趴在窗户边，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外面。以前，玄宝曾经问过自己：我要是死了，会去天上吗？现在我确实已经在天上了，可不知道为什么，却有种想哭的感觉。陆婉令抱着小玄宝，脸贴在他小脑袋上，心绪杂乱，无意识地低喃着：玄宝，我们就要去见外公外婆了，他们都在京城，他们一定会喜欢玄宝的。陆婉令牵着玄宝，停在了一间4合院门前。忽然，门打开了，一个老头出来，冷着脸看了他们俩一眼，转身就走回去。陆婉令愣了一下。
下，眼睛瞬间红了，随即他喊了一声晚。听到声音，老头站住了，转身冷脸看着陆婉令，枝头上的小鸟叽叽喳喳。哟，我赌老头能忍住10分钟不去看那个小孩，快最多2分钟。早上他接到电话开始，屁股就没有坐下来过，我还听到他嘴里念叨着外孙女。玄宝听着小鸟的话，重新看向那个老爷爷，难道这就是妈妈说的玄宝的外公吗？忽然听到他冷斥一声，你还知道回来，怎么不死在外面算了？陆婉令松开玄宝的手，直直的跪了下来，他一声也不吭，忍着眼里的泪。玄宝忽然有种奇怪的感觉，外公和妈妈的倔脾气真的是一样的呢。因为他看到外公的表情变了几遍，明明很心疼，嘴巴却依旧很硬。今天知道回来跪了，以前长本事的时候还敢把桌子掀了，把锅砸了，现在怎么不继续了呀？你爱跪那就继续跪着，有本事今晚都别起来。陆婉令嘴角动了动，喉咙像是堵了一团棉花，眼泪无声流下，他却倔强的不肯去擦。玄宝鼓起勇气走了过去，小心的伸出手抓住老人家的手，老皮虽然粗糙，但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暖。外公，玄宝仰着头努力的劝架，妈妈知道错了，外公你别生气。玄宝没有劝架的经验，哎呀，怎么外公看着好像更生气了？正在这时，一个小老太太从屋里小跑了出来，娃，她只喊了一声就泣不成声了，转头哭着骂老头，你干什么呀？女儿好不容易回来了，你还叫她跪着不许进来，你有没有良心的？她是你的女儿，不是你的兵。哎呀，我真是冤枉死了，那是她自己跪的，又不是我罚她跪的。老头哼了一声，别过脸去，正好跟玄宝大眼睛对上了。这就是我外孙女。坏了，外公骂完妈妈，接着要骂我了吗？外公，你小声点骂，我怕我会哭啊。一老一小就这样瞪眼，玄宝的手还拉着老头的手，老太太一时顾不上别的，早就跑到前面去拉起了陆婉令。婉儿，你起来，别管你爸那个倔驴，你是不是回来路上没吃饭啊？你老太太说着说着也哽住了。婉儿，你真是跟你爸一样，怎么就这么倔？说不要妈妈就真的不要妈妈了，就连妈去看你，你都让妈走呀。陆婉令终于忍不住了，哭出声来，妈，我错了，对不起，妈，我错了。她崩溃地扑倒在老太太怀里，哇的哭了。老太太也没有忍住，不停地抹着眼泪。女儿这是受了多大的伤，才会哭成这样啊？女儿曾经深爱的那个男人呢？为什么只剩下他和孩子2个人回来了？或许别人不理解，可是作为妈妈，知道女儿一定是痛到了极点，忍到了家门口，才终于忍不住哭了。陆老头看着老太太和女儿在门口抱头痛哭，眼圈也忍不住发红。哭什么哭？让别人看到了不难看吗？当初你为了一个男人，居然抛弃抚养自己18年的父母，你有今天都是活该，自己选的路。现在又回来哭什么？老头子，不会说话就闭嘴，是不是逼得女儿再走一次，你才甘心啊？老头顿时不吭声了，或许是真的怕把女儿又气走了。外公，其实你很关心妈妈，也很心疼妈妈的，可为什么你一张嘴反而都是骂人的话呢？玄宝想不明白，真奇怪，明明很关心，嘴巴和心却不一致。胡说，小孩子知道什么？我哪有心疼的？你有，我没有。这时候屋子里伸出4个脑袋堆叠在一起。陆远叔，过来，带你妹妹进去，看好她了。陆远叔指着自己鼻子，不是爷爷，为什么是我？他看了一眼其他3兄弟，就见他们脑袋一收，若无其事的走开了。陆远叔板着脸过去想牵玄宝，走吧。玄宝抬头看了看外公外婆，又看了看妈妈。外婆看到玄宝，抹着眼泪说道：这就是你女儿吗？以前老大传回来消息说妹妹有个女儿，叫什么小云朵，是一个没有礼貌且骄横的孩子，可眼前这么乖巧的小女孩不像呀，是不是老大弄错了？小云朵嘛，你怎么那么瘦呀？老太太又忍不住掉眼泪，以为母女俩在顾家被虐待了。那该死的顾！陆婉令打断老太太的话，红着眼说道：哇，她不是小云朵，她是小玄宝。4年前，顾文的白月光和我同时生产，顾文把玄宝送走，却把小云朵悄悄放到我身边养大。陆老爷子和陆老太太都震惊了，就连准备要走的4个哥哥都忍不住停下了脚步。前几天我刚找到玄宝，顾家却说我自私，我坚持把孩子带回来，他们却让我再把玄宝送去福利院。这次他话没说完，就被陆老爷子一声暴怒打断。放他妈的屁！陆老爷子顿时气疯了，转身就拿了一把挂在门板后面的模型枪，老子一枪崩了他！玄宝被外公的怒骂震得脑瓜嗡嗡的，下意识说道：外公，一枪不行哦。陆老爷子也想起来了，好像顾家有4个人呢，顾文他父母，还有他一个妹妹，不对，还有个臭不要脸的狐狸精，老子5枪崩了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外公外婆家的感觉和在爸爸家的感觉完全不一样，这里好温暖呀，就好像冬天里的阳光。顾文，你是怎么敢的啊？让我女儿承受这么大的委屈。婉儿可是我们陆家捧在手心里的女儿，你竟敢这么负她，该死的顾文，迟早要遭报应的。老太太一手拉着玄宝，一手拉着陆婉令，都不肯放开。
台。没关系的，外婆，我现在很好。听到玄宝这么说，老太太更伤心了。玄宝慌了，难道我说错话了？不该这么安慰外婆吗？正在他手足无措的时候，门外走进来2个人。哎呀，这就是我们的玄宝嘛，我是你大舅妈哦，我叫孟浅浅。大舅妈好。大舅妈顿时开心极了。好好好，玄宝你也好。哎呀，还是女儿香，不像我那4个臭小子。玄宝，你叫什么名字？大舅妈，我叫陆元锦，叫我小玄宝就好了。这是你大舅舅，你大舅舅叫陆墨寒，那4个都是你哥哥。老大叫陆远图，老二叫陆远书，老3叫陆远彤，老4叫陆远归。咋一听记不住，对不对？其实很好记的，他们名字是个成语哦，叫殊途同归。玄宝的大脑一瞬间接受了很多信号，脑瓜子又嗡嗡的了，想回答什么又卡壳了。哥哥叫。刚才孟浅浅这么一打断，家里的气氛缓和了下来。陆老爷子把枪挂了回去，心底还在愤愤不平。为什么不给小玄宝介绍我？我这个外公是被遗忘了吗？看到老头这模样，孟浅浅又靠近玄宝，悄悄说道：大舅妈告诉你哦，你外公那枪是假的，他呀习惯动不动就转身去找抢，然后再怒吼一声老子一枪崩了他，这是他以前在部队里养成的习惯，所以退休回来后我们就给他挂了一把假枪。哦，原来那是一把假枪呀。陆墨寒看着脑袋贴在一起，说着悄悄话的妻子和外甥女，眼里不由得柔和几分。陆远叔，带着玄宝妹妹出去玩会吧。陆墨寒又看向陆婉令，有些事情是时候问清楚了。陆远叔知道大人们有话要说，便牵起玄宝的手。玄宝妹妹，咱们走吧。叫玄宝，快跟哥哥们去玩吧。玄宝先跟哥哥们玩，妈妈和外公他们说些话。玄宝点头，乖巧又懂事。好的，妈妈。说完之后似乎是不放心，又叮嘱道：你们可不要吵架哦。哎呀，我从来没有带过女孩子，只有跟兄弟打架的经验。女孩子都喜欢玩什么呀？带她打游戏。不行，被奶奶知道了，还不得揍我呀。这时候，老四顶着一个大盆子跑过来。妹妹，你饿不饿？我去厨房拿了很多东西给你。那这是蒸桂花糕，桂花糕知道吧？古装电视剧里必备的下毒糕点。这个呢是莲花羹，也是古装电视剧里的必备下毒甜点。老四又介绍了一堆，他把一块桂花糕塞到玄宝手里，快吃吧。哥哥，这个桂花糕没有下毒吧？老四反应过来，哈哈大笑。没有，吃吧，怎么可能下毒啊？瞧瞧这妹妹多傻气。老四今年刚14岁，性格最欢快，平时听自己老妈唠叨多了，很羡慕人家有妹妹，现在自己终于有一个了，那可稀罕的不得了。忽然玄宝发现了盲点。怎么了？噎住了，慢点吃。哥哥，大舅妈说你们名字叫殊途同归，那怎么图当了老大？怎么对我这个大哥有意见？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妈给我们起名的时候把成语搞错了呗。当时她以为是图书同归，意思是道路虽然不同，但大家最后都走在了一起。哦，我明白了，大舅妈原来还是个糊涂虫呀。此时老三抱着一筐玩具赶到了。来，给你，你喜欢什么玩具随便挑，不都给你。玄宝从没有想过自己也会有哥哥，还一下子4个，而且都是很好的哥哥们，这跟以前只会抢他玩具还会把他当马骑的弟弟完全不同。想着想着，玄宝感觉眼泪又不听话了，一下子哽咽住。几个哥哥一下子紧张了。怎么了？噎住了。这一筐玩具没有一个好玩的，跟没有一样。对，你看都把妹妹气哭了。陆远图拿出手机，找到一个玩具品类多的商家，当场下单，把所有玩具都买了个遍。哇擦咧，一夜爆单，发财了！买完玩具后，陆远图放缓声音，脸上挤出一丝笑容。妹妹乖了，大哥已经重新给你买玩具了。兄弟3个震惊的看一眼大哥。哇，没想到大哥还有这么温柔的一面。玄宝更想哭了，擦了擦眼泪，摇头说道：不是，只是觉得我也有哥哥了，就很高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想哭。几人一愣，有哥哥就哭了，那以前是不是太孤单了？刚刚听大人说话的意思，玄宝还经常被欺负。老三忽然拉着玄宝站起来，走，三哥送你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礼物。他带着玄宝穿过雕花廊，直接朝着他的小4合院而去。打开小4合院后面的门，就见一只跟小狮子差不多大的藏獒蹲坐在那里，一双眼睛虎视眈眈的看着眼前的几人。三哥，你疯了吧？这该不会就是你说的特别的礼物？那肯定是。陆远图当场拦住玄宝，皱眉说道：老三你有毛病吧？妹妹快回去，别听他胡闹。要知道藏獒都是大型犬，性格极其凶恶彪悍，就老三养的这只，家里除了上过战场自带杀气的爷爷和气势比藏獒还凶的老爸，没有一个人能镇得住他。现在他竟然要把藏獒送给妹妹，妹妹就那么一丁点儿，过去还不得被撕了。兄弟几个纷纷指责老三，都没注意玄宝已经靠近了藏獒。等到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玄宝已经走到了藏獒面前，伸出一只手要摸向他的脑袋。老三脸都吓白了。妹妹，老大和老二反应迅速，立刻冲过去要把玄宝扯回来，却不想玄宝的手已经摸到了藏獒头上，藏獒居然一动不动，甚至十分温顺地看着玄宝。三哥哥，他
他叫什么名字？他叫逆刃。什么意思？逆刃是指刃在背后面的刀，是一种与众不同又十分厉害的刀。说着说着，他开始兴奋起来。逆刃的性格和这种刀很像，就是又狠又与众不同，是不是很帅？一向比较沉默少话的老三，嘴巴像机关枪一样如数家珍。世界上最大的藏獒叫党项藏獒，据说已经绝种了。不过逆刃就是拥有党项血脉的藏獒哦。藏獒气质刚强，尊贵而高傲，力量强大，而且记忆力超强的。他们对主人很忠诚，很多城市不允许养藏獒，这是我申请了好久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不允许他出门，我只能叫人开车一起带着他去到猎山，他也只能在那里放风。有时候我都觉得对不起他。玄宝一边摸着逆刃的毛发，一边说道：逆刃说没关系的，他平时在家也不会觉得闷。哥哥，以后我跟你一起带他去放风呀。玄宝真的太喜欢逆刃了，对他来说这是满满的安全感。他真的性子很沉稳呢，他说每天就这样待着，等于修身养性了。什么呀，妹妹，你还能帮狗说话，而且一条狗还懂得修身养性，呼哧哈哈，妹妹你真是童言无忌，实在太可爱了。真的，告诉你个秘密哦。老三一脸震惊，真的假的？真的，不信的话我证明给你看。说完他对藏獒道：来，小妮妮转个圈圈。藏獒果然转了一圈，老三眼底震惊，难以置信。我不信。玄宝，这个事情你跟谁说过？他声音冷沉，玄宝一下子想起了妈妈的叮嘱，不由得一僵。妈妈跟我说不要跟别人说，但是我觉得可以告诉你们。陆远图松了一口气，再次叮嘱：记住了，这件事除了我们陆家自己的人，谁都不能告诉。我没有告诉别人，爸爸、爷爷和奶奶我都没有说。爸爸家也有3个哥哥，但我都没有说哦。听了玄宝的话，陆远图几个不由得唇角上扬。听，他们和别人是不一样的，只有他们是玄宝的亲哥。顾家那3个算什么东西？给玄宝当哥哥，他们不配。陆婉令把玄宝刚出生就被调换，以及找回玄宝的经过，还有玄宝回来后顾家人的种种行为，详细的讲述了一遍。听完后，陆老爷子脸都气绿了。所以都这样了，你还不离婚，还留在那垃圾堆里干什么？你难道还指望顾文那个狗东西回头吗？陆婉令告诉你，我陆建军就没你这样孬种的女儿，你自己愿意留在垃圾堆里你就留，别连累玄宝。老头子，你干什么呀？孩子话还没有说完呢，你就发飙，你这倔驴一样的性子能不能改改？陆老爷子哼了一声，不爽地看向一边。那你现在有什么打算？这件事我不会就这样善罢甘休的。离婚很简单，但是离婚就要给分他们一半财产，我凭什么要分他们一半财产？看着他们拿着我赚来的钱和那个小三结婚，然后一家人还是和美美的。他们能分多少钱？光分出去的存款就得给他们几个亿，还有不动产呢。他给小三买那栋别墅，要真离婚，连那房子也得分一半呢。还有顾氏集团，现在市值30亿，哪怕直接打包卖掉，再怎么不好也能拿7、8亿吧。他们什么都没干，最终分到手的最少也有5、6个亿，这么多钱，我不甘心。你缺那点钱吗？这点钱可以直接给他，没必要为了这点钱跟顾家那群垃圾纠缠。最后我再想个办法收拾他们就好了。这么多钱，什么叫那点钱？孟浅浅声音温温软软的，但说出的话却一点都不温软。5、6个亿，别说妹子不甘心了，换成我也不甘心。辛苦赚钱18年，供皇帝似的供着他们顾家一家人，凭什么离婚了还让他们那家子狗东西占便宜？而且那一家还不觉得自己占便宜呢，不仅想全都独吞了，还想让妹妹给他们做免费劳力，继续给他们顾家挣钱。孟浅浅越说越生气，冷笑了一声。那一家子都是些什么东西？陆老爷子又被孟浅浅的话勾起了怒火，拍案而起：老子一枪崩了他们！婉儿啊，那你想怎么做？我想趁着我还在顾氏集团，我要把他们搞破产。离婚的那些钱，即使我不要了，就当是丢到水里听响，也绝对不会给他们留1分钱的好处。那何必只搞破产，负债不更好？你回去就跟他们谈离婚，财产也不用细算分割，就说你只要存款和自己买的那栋别墅以及小三那栋别墅，其他的都给他们。他们能同意才怪了。我有的是办法让他们同意。鱼上钩之前总需要给个大鱼饵的，这个鱼饵可以是虚假的海市蜃楼。不想陆婉令却低着头说道：别墅的产权人写的是顾文的名字，顾氏集团也是他的，名下的车子什么的写的也都是他的名字。听到这句话，全家都无语了。婉儿，你那么聪明的人，难道产业下写你名的一个都没有？陆婉令无地自容地说：没有。众人顿时恨不得揍他一顿，怪不得离个婚会这么难了。你呀，陆老太太戳着他脑袋，真是又气又无奈。从古至今，女孩子做的最蠢的事情，莫过于毫无保留的极限式的爱上一个男人，爱人先爱己，自己都不爱自己，又怎么敢奢求一个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男人来爱自己？我知道错了吗？陆婉令此时揪着手指头，根本不敢抬头。所以我想先把玄宝送回陆家，我再去。不行。对，肯定不行。我们怎么可能让你一个人回去，独自面对？你当哥哥和嫂子是摆设吗？妈也跟你回去，我们到深海市暂时找个房子，就住到你隔壁去。没错，要让他们知道我们陆家可不是好欺负的。陆婉令唇角动了动，说不出话，眼眶里有眼泪在打转。原来认错回到家里并没有自己想的那么难，赌气架起的自尊心是那么的可笑。我的家人爱我，一直都是爱着，这么好的家人
人，我当初究竟发什么疯，偏偏为顾文付出了所有？那就一起搬过去，你先安心在这儿住2天，其他的交给我。回去就谈离婚，还是按照刚刚说的，其他还是交给我。我独自支撑了那么久，好了，现在有家人，有哥哥撑腰，这一下子让我感到了无比的安心。就是天塌下来，我也不怕了。2天后，陆墨寒已经安排好了住所，陆家举家直接搬去了深海，连玄宝的几个哥哥都不嫌麻烦的暂时转了学，藏獒也跟着搬了家，安静地蹲坐在自己的狗屋里。别墅区内，小云朵正在闹脾气。妈妈什么时候回来？我不要你。好好，等他回来，我们叫他来接你好不好？爸爸说你是顾家唯一的小公主，那你永远就是顾家的小公主。等他接你回去，爸爸叫他给你更多钱花，好不好？你们都骗我，我要妈妈，我现在就要妈妈。就在这时候，一只体型硕大的藏獒猛地扑过来，小云朵吓得当场跳起来。呜，吓死我了！他柔弱无力地紧紧抓着顾文的手臂。该死的狗，这是哪户人家养的？也太没有道德了！小区里能养这么大的狗吗？这可是高档别墅区，你们等着，我立刻就让物业把狗赶出去。但这家养的藏獒，所有手续都是齐全的，我们物业无法干预。我不管他们办了什么证，现在我要求你们物业立刻把狗赶走。说完不等对面回应，啪的挂了电话。文根，算了，估计是个暴发户，穷人乍富的时候最喜欢标新立异，养一些一看就十分有面子的东西。我主要是怕吓到别人，要是有老人家心脏病都被吓出来了。不过把他关在笼子里面出不来，那应该伤害不到别人的。刚说完，就听猛一声低吼，藏獒把铁链子扯断了，张嘴就朝顾文咬去。几人吓得屁滚尿流，哭爹喊娘，追了一段，把几人吓尿后，藏獒就开始嫌弃了，转头自己回了家。小玄宝听到声音跑了出来，大狗狗，你去咬人了？藏獒冷嗤一声，懒洋洋道：我不会给家里添麻烦的，吓死他们可以，咬死他们得一分场合，在这里咬死他们，这不是给他们留下打死我的理由吗？我可没那么宠，连一道伤口一根狗毛都没有给他们留下。你吓的是谁？就你那个渣爹，他带着小三和那小孩在散步，垃圾一家，不惊吓的东西。哦，那吓得好，谁让他伤害妈妈的？小妮妮很棒哦。藏獒眼底闪过一丝得意，忽然他鼻子动了动，猛地站起来。快，我要洗澡，刚刚把他们吓尿了，我在后面追，正好尿到我身上了。哎呀，脏死了！大狗狗，你的尊贵优雅呢？走吧，我带你去洗澡哦。这狗那么凶，没想到在玄宝面前那么温顺。那是当然，在最温馨的时候被一阵吵闹声打破。他们家的人呢？叫他们出来。顾文站在别墅门口外面，脸色很难看。前几天我被老鼠吓出毛病之后，今天又被一只狗吓尿了裤子，真是倒霉透顶了。玄宝再次听到了爸爸的声音，他带着几个物业的人在门口发怒。坏了，大狗狗吓唬他们的事情被发现了，大狗狗，快去躲好！陆婉令没想到，刚搬家过来，顾文就找过来了。来得正好，不用怕，按照我说的去谈，把离婚的事也一起谈了。现在我才不会怕他，只是有点奇怪，顾文怎么知道我们家搬过来了？这时候，玄宝跑了过来，一脸做错事的表情。妈妈，刚刚我看到爸爸和那个阿姨、小姐姐散步，我就把大狗狗放了出去。他把一切都承担了下来，帮大狗狗顶罪。狗咬人了吗？没有，大狗狗追得他们屁滚尿流，爸爸都吓尿了。被狗追就吓尿了？陆婉令，你看看你眼瞎学的什么玩意儿？哎，谁说不是呢？如今的顾文哪里还有高岭之花的样子？垃圾的不能再垃圾了。此时看着外面的顾文，陆家众人都十分恼火。把小三养在同一个小区里就算了，一家3口居然若无旁人的在小区里散步。我没说错吧？这个狗东西，要是让他占了1分钱便宜，死去的老祖宗都会气得把棺材摆掀了。哥，出去会他。除了容易被认出身份的陆墨寒，其他人都出去了。玄宝单纯好奇地问：大舅舅为什么不出来？因为呀，你爸爸家的人都还不知道你妈妈的大哥是你大舅舅呢。他们要是知道了，估计人家就不离婚了，死皮赖脸也要贴上来。都不知道妈妈的大哥是大舅舅，大舅妈的话怎么都那么绕口呀？算了，不想了，还是先保护好妈妈吧。眼看陆婉令出来，顾文冷笑道：陆婉令，我真是高看你了，往别人家里放老鼠，纵狗咬人，还有什么下作行为是你做不出来的？拿着老婆挣的钱给小三买房，还把老婆亲生女儿扔了，把小三的女儿偷偷塞进来让老婆养，这种下作的事情我就做不出来。几个物业的人一听，吃惊地看向顾文，顾文顿时恼羞成怒。陆婉令，你胡说八道什么？胡说八道！要不我晚点就去把亲子鉴定印1万份，再把你做过的光辉事迹和证人的口供全都给每个邻居发1份，免得你说我胡说八道。你泼妇除了会这种下作手段，其他就不会了是吧？难道就不能好好的讲道理吗？陆婉令，我真的是看错你了，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无理取闹了？陆婉令懒得跟他废话，说吧，你来干什么？没事就滚。你的狗咬人了，我过来就是告诉你，给你半天时间把狗处理掉，我这是通知，不是跟你商量。黄黄，他讥讽的上下打量顾文，都给他气笑了。真是野鸭拔了几根金毛插在头上，还真把自己当凤凰了。
了。想必这位就是顾先生了。没错，请问你是？我是婉儿的嫂子，听说我们家狗咬人了，请问咬哪里了呢？你说我们家狗咬了人，得提供证据哦，总不能你说狗咬了你，就是咬了你吧？我怎么看你身上也没有伤口呀？等等，怎么有一股尿骚味？他不由得轻眼鼻子，顾文长红了脸。自己一个大男人被狗吓尿了，这么丢脸的事情怎么能说得出口啊？他下意识说道：“不是我，是我的妻子和女儿。”陆家人闻言，眼底皆是一片寒意。合法妻子陆婉令就站在他面前，而他却把小三称呼为妻子，真是欺人太甚。孟浅浅叹了口气道：“原来你果然拿着自己老婆挣的钱，在同一个小区给小三买了房子，还旁若无人的带着小三和小三的孩子在小区里散步乱。顾先生，你真的让我们大开眼界。像你这样无耻的人呐，就算把肉剁碎了，狗都嫌臭，下不了嘴巴。所以你是知道老婆的娘家人来给他撑腰了，故意过来找茬的吗？”孟浅浅笑意盈盈，顾文被孟浅浅这样的软刀子摆了一刀，气得脸都绿了。我哪里知道你们是陆婉令搬过来的娘家人来给他撑腰的，还在我们的房子后面买了房子。要是知道的话，我绝对不会这样，毫无准备就过来了。顾文脸色难看的说道：“好，陆婉令，你真是好样的，什么都不用说了，离婚吧。”他说完，冷冷地看着陆婉令，想要从他脸上看到后悔和慌乱的表情。顾文失望了，因为他没有看到陆婉令的后悔和慌乱。玄宝虽然垂着脑袋，耳边却是各路吃瓜虫子的声音。哇，我就说吧，这男的神智不正常，250，他自己都到这个地步了，居然还拿离婚威胁人家，哎，臭不要脸的。玄宝认真想了想，虫宝宝们的话没有毛病呀。他抬头看向哥哥们，哥哥，我爸爸是不是就是别人说的250？脑子里被屎填满了，就这智商还当教授？妹妹，这种脑子有坑的爹，你可不能认。哥，以后哥哥给你重新找个霸气威武，不会被狗吓尿裤子的爸爸。哼，当面蛐蛐我。你们就有礼貌吗？当初丢掉这个小孩是对的，居然当面说自己的爸爸，长大了也是个白眼狼。很好，陆婉令，你别后悔。说完，顾文气怒的转身就要离开。等一下，孟浅浅不给陆婉令说话的机会，上前急切的挽留顾文。顾文看到他的急切，误会了。还有什么要说的？我和他是绝对回不到从前了。陆婉令，你不就是想让娘家人来压迫我，让我重新回归家庭吗？毕竟陆婉令给他生了3个儿子，1个女儿，女人有了孩子的牵绊，根本离不了婚，娘家人也不会同意他离婚的。陆婉令都35、6岁了，还生过4个孩子，离婚了，她哪里还能嫁出去？没想到孟浅浅笑着说道：“顾先生，我觉得你是误会了，那不堪的从前，谁愿意回去呢？年少时被猪油蒙了心，不小心嫁给了一头浑身沾满屎尿的猪，哎呀，这想起来都够恶心的，还回到从前呢，恨不得把猪都杀了，你说对吧？”孟浅浅说话温软，却也没给顾文说话的机会。所以呢，现在不是你要跟我们婉儿离婚，而是我们婉儿要跟你离婚。鉴于顾先生的不要脸，做出抛弃自己亲生女儿，把小三生的女儿偷偷塞给老婆养的这种无耻之事，所以我们得带律师谈判。软饭硬吃的狗东西，择日不如撞日，今天就把婚离了。顾文一个人对不过陆家那么多人，最后怒道：“好，离就离，到时候你们可别求我。”顾文甩手离开，怒气冲冲的走了。藏獒从狗屋里伸出个脑袋，这就结束了？不是说要来赶走我吗？结果提都没提我，果然是窝囊废。屋子里，陆墨寒拿着平板电脑，视频里的助理说道：“都准备好了，整个杀猪盘还需要2天时间构建。我们已经在海外找到了顾玉荣的行踪，当初小姐给玄宝小姐的金镶玉翡翠就在她身上，现在我们正在固定证据。敢这么对陆家的女儿，我要让顾文死无葬身之地。”顾文回到花如雪那边的别墅，顾老太太得知了一切经过，知道陆婉令又买了一栋别墅的。她挣的钱都有你的一半，起价1个亿的别墅，她说买就买，问过你的意见了吗？败家的女人。文哥，你真的要跟他离婚吗？不管怎么说，他给你生了4个孩子呀，我觉得还是不要提离婚的事情了吧。他们离了婚，不仅要分出去1半财产，陆婉令肯定也不会再管顾氏集团了。顾家的人都是废物，一个能撑起集团的人都没有，到时候顾家哪里还能享受现在的荣华富贵？顾家现在这点钱根本不够支撑我的梦想。顾文不知道花如雪心底所想。如雪，你真的是太善良了，这个时候了还为他考虑。顾家3个儿子瞥了一眼花如雪，虽然他们挺看不起小三的，不过他确实善良温柔。妇人之仁，人家都欺负到你头上了，你还替别人说好话。要谈那就谈，我们怕他们了。要知道，不管是顾氏集团还是不动产存款，全都在顾文这里。陆婉令肯定挪用了集团的钱买的新别墅，到时候都得叫他吐出来。原来的顾家别墅，顾家人到的时候，装修队都走了，陆婉令的主卧已经重新装修好了。顾老太不甘心的上楼看了一下，发现装修的比原来的还好，她眼底忍不住露出惊艳。被叫来撑场子的顾师气得咬牙切齿：“我的房间被改成衣帽间了，全都是小孩子粉粉嫩嫩的颜色，可恶！”嚷嚷什么？重新装修了也好，反正最后这里也都是我们的。粉色好，正好给小云朵当衣帽间。大哥，离婚后你都住如雪嫂子那边了，那你原来的房间就给我了哦。陆婉令一脸嘲讽地看着他们，看吧，现在看的有多好，等没了的时候才会多扎心。律师把文件都摆好后，陆婉令才冷声道：“看够了吗？”顾家人都坐了下来。
藏獒不爽极了，这个渣男都被我踩在脚下了，还能扒壁欺负我，不会真要他是吧？别墅里满地狼藉，老爷子和藏獒把整个顾家人压制得死死的，连律师都抱着公文包缩在一边瑟瑟发抖。陆老爷子揍完人，怒吼一声：“给老子好好谈！再他妈不要脸，老子一枪崩了你们！”被护着跑到楼上的小云朵被陆老爷子这一声怒吼吓哭了。老爷子一个凌厉眼神看去，我打了你就不打你爸爸他们了，你要不要下来给我打2巴掌，救救你奶奶他们？小云朵啊一声大哭起来：“不要不要！”那就给我闭嘴！一个老人等于一个小孩，我打你得话也不算的是大人打小孩，再哭我揍你！对这个小云朵，老爷子也厌恶极了。就是因为你，我的亲外孙女才会被狗东西送走，吃了4年的苦。顾家3个哥哥恼怒地看着陆老爷子，下一个小孩算什么本事？他好歹是你外孙女，我女儿生的才是我外孙女，她算老几？这话确实没毛病。小云朵不是陆婉令生的，那跟陆家的确是半毛钱关系都没有。顾家3个哥哥气得脸都绿了。好，你们不认小云朵，那就别怨我们3个外孙也不认你们。顾老太颤颤悠悠地爬了起来，报警，马上报警，必须报警抓他们，让他们赔偿。顾家人气死了，发誓一定要陆家的付出代价，却不想陆婉令拿出了令他们傻眼的东西。陆婉令拿着厚的宣传单，冷笑一声：“去啊！你们要报警的话，我们就把道歉信发满整个小区和 XX 大学，保证是最真诚的道歉。”宣传单上不仅写了所有事情的经过，顾文怎么吃软饭，怎么宠妾灭妻，怎么算计财产，还贴上了顾文和花如雪在别墅门口搂搂抱抱的照片，还有一份音频文件。陆婉令按下播放键，听到顾文和小3不要脸的对话，陆老爷子又怒了，恨不得再把顾文脑袋按进粪坑里面去。顾文脸色一变，质问道：“你什么时候录了音？”顾文最在意的就是自己的声誉，很怕陆婉令把家事捅到学校去。他也想过最坏的情况，要是陆婉令真的把这件事捅出去了，我就把公司登记的是自己的名字、房产等等这些公布出来，说这些年劳心赚钱的其实是我顾文，让大家知道陆婉令只是因为离婚没有敲诈到钱，才到处发小作文威胁自己。你陆婉令有你的办法，我顾文也有自己的应对。没想到陆婉令却录了音。我不仅录了音，我还拍了视频，还有你们2个奸夫淫妇每天不要脸的在小区散步，小区记录下来的所有监控视频我都收集了。怎么样，要不要现在播放给你看看？事情发生的那天，陆婉令的确感觉是晴天霹雳，可有玄宝在身边，她第一反应是录下了当时发生的一切。陆婉令庆幸有玄宝在身边鼓励我支持我，否则我只会心灰意冷，只想着破罐子破摔吧。你这是侵犯我的个人隐私权。孟浅浅把陆婉令拦住，笑得温软无害。顾先生这话说的，那你还没有经过婉儿同意就花钱给小3买了别墅呢，这在法律上叫恶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哦。那理应都是我的钱，当年用的是我的研究，没有我的研究怎么可能会有顾氏集团？孟浅浅掩嘴，像是听了什么笑话，笑得眉眼弯弯的。哎呀，要是这么说的话，当初还是用我们婉儿的500万存款入股投资的呢，要不是有我们婉儿当初的500万，哪里有现在的顾氏集团？顾文哑口无言，理争不过，武也打不过，又怕陆婉令真的把家丑往外扬，只能憋屈地坐下来继续谈。桌子被抬了回来，几个律师扶着摇摇欲坠的桌子。要说呢，今天就没有他们什么事，这吃瓜吃的热闹又刺激。以下是我们的条件。孟浅浅把顾家人不要脸的话原路还了回去。这些年你只顾着养小3，分文不挣，花的都是婉儿的钱。当初是婉儿拿着500万白手起家做起顾氏集团的，没有婉儿就没有顾氏。这栋别墅是婉儿花钱买的，刷的钱也是从她卡里刷出来的。至于存款，可不是婉儿投资公司挥霍完的哦，是你养小3挥霍完的。我们能给你分100万，都是看在玄宝的面子上的。所以顾氏集团你是别想分了，别墅也不是你的，家里的存款我们还得追回。至于车子，也属于恶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可是车子的保养加油什么的，我们就不计在共同财产里了。但这你得还给我们，就当抵消车子这些年的折旧费了。这些年公司是婉儿打理，你们还得给他一笔辛苦费，多多也就1个亿这样吧。这也是看在你们夫妻一场的份上给的优惠价了。顾家人一听，拍案而起：你们这也太过分了，意思是我们1分钱都分不到，还要倒贴给他1个亿？条件反了过来，你们自己也觉得过分了。你们也知道过分，我女儿白白给你们当了18年牛马，挣钱供着你们，离婚了1分钱分不到，还要倒贴你们1个亿，你们怎么不觉得自己过分啊？顾家人一哆嗦，生怕陆老爷子又打人。这怎么能一样呢？那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陆婉令嫁到顾家，就算是顾家的人了，给我们顾家挣钱，那不是应该的吗？但顾家这话是绝对不敢说出口的，但陆家说的这些条件，他们打死也不可能接受。这协议我是不会签的，我不签字，那就离不了婚。反正我不爱陆婉令了，只要不离婚，家里的一切财产依旧是我的，横竖我都不亏，陆家人又能拿我怎么样？陆婉令语气凉凉，当场打了个电话：小张，收购书都拟好了是吗？现在立刻就把顾氏集团打包卖了，所得的10个亿全部转移到我海外账户去。你又怎样？不是不离吗？好啊，我也觉得不离挺好的，我就把公司卖了，就住在这别墅。晚点我还要去把你那小3拉出来打一顿，把那辆1000万豪车拿回来。最好你今天就让小3搬出去，否则我火起来，一把火把那栋别墅烧了，那也属于是烧我自己家。
反正没有离婚，全部都属于共同财产，捅破天了也是夫妻家事。陆婉令抱着手臂，脸色冷冷的，直接把手机声音外放。好的，陆总，现在正在签署收购书，电子签已经发到您手机上，请您签署一下。陆婉令拿出另外一个手机，提笔就要签名，看他真的舍得把顾氏集团卖掉，顾家人坐不住了。住手，住手！现在陆婉令软硬不吃，顾家人真的是心累了，他们陆家怎么就那么难产啊？说来说去还是怪玄宝，顾家人又窝火地瞪了玄宝一眼。莫寒远程操控，冷眼看着这一切。生米恩，得米仇，人情过重反成仇啊！动辄10几个亿摆在面前，几乎没有哪个人能抵得住诱惑。跟这家不要脸的人谈判，只需要一次就够了，再来一次谈判，人都要被恶心死。所以要一次搞定。大哥制定的目标根本就不是眼前这协议上的条件，为了让他们接受陆家提出的条件，就要先抛出他们绝对不能接受的条件，这样只等杀猪盘做好，诱惑够大，他们就会重新考虑并且接受我们提出的实际条件了。这一切都在陆家人的掌握之中，陆老爷子还额外赠送了他们一顿暴揍。今天的谈判不亏。行了，咱们都各自退一步吧。顾文心疼的滴血，看眼前的情形，只能把夫妻共同财产分一半了，真是不甘心。好啊，那就好好谈，吃软饭还给你吃硬气了，离个婚还想全都要，简直做白日梦。陆婉令真是讨厌，动不动就说我吃软饭，我吃什么软饭了？我不是一直都在学校上班吗？那就分你一半好了。你搞没搞错？是我们大发慈悲，给你分一半，不是你给我们分窝。第一，别墅是婉儿花钱买的，所以2栋别墅不动产，包括小三那一栋，都得归婉儿。第二，这些年钱都是婉儿挣的，目前个人账户上所有的存款都归婉儿。第三，18年来，你们几乎每年都花婉儿1个亿，除去养育孩子这一部分，你们得给我们婉儿还回来9个亿，尤其是顾先生给小三花出去的那些钱，必须还回来。我们的条件就这些，签吧。还就这些？你们怎么不直接抢啊？我不同意，那些花销都是正常的生活花销，凭什么还？孟浅浅看了律师一眼，律师立刻正色道：顾先生，可能你对正常生活花销的定义还不是很清楚，现有证据证明，婚姻续存期间，你给第三者的花销已经远远超过正常生活花销，可以界定是恶意转移婚内财产，这一部分是要被追回的。欺人太甚，那我们分到什么了？你们不是口口声声说顾氏集团是靠顾先生的研究才做起来的吗？那这顾氏集团我们也不要了。不过顾先生要是管理不好，公司亏本了，那只能自负盈亏了呢。可别来叫我们婉儿兜底，我相信顾先生不是那么无能的人吧？孟浅浅，你这个黑心笑面虎真是恶心极了。按照财产价值来评估，这样分割的财产是价值相等的，而且顾先生和陆小姐的婚姻续存期间，有证据可以证明都是陆小姐赚的钱。法院在判决的时候也会考虑这些，以衡量财产分割比例。要真告上去，陆小姐的这些要求也都是在合理范围的。顾老太气得哆哆嗦嗦，忽然想起什么，那陆婉令新买那栋别墅呢？那也没有经过我们同意，也属于恶意转移财产，也应该拿出来分。那是我哥买的，跟你们1毛钱关系都没有。你哥买给你的，过户到你名下了吗？陆家也这么有钱吗？如果已经过户给陆婉令了，虽然我们顾家没有出钱，但没离婚前买的也属于共同财产。没有过户，你们是分不到半毛钱的呢，是不是很气？到时候离婚了，这栋别墅就给玄宝，跟3个儿子也没有1毛钱关系。哎呀，是不是更气了？顾家确实被孟浅浅的阴阳怪气气到了。3个儿子也是陆婉令生的，凭什么给女儿不给儿子？律师，你协议。很快，陆婉令把1式2份的协议拍在桌上，给你们2天时间考虑，否则法庭见。孟浅浅牵起玄宝，我们走，吃饭去。我们家玄宝肯定饿了，听某些人狗叫了一早上，真是辛苦我们玄宝了。玄宝却没有回应，他这一早上什么都没有做，就是听虫子、小鸟以及围墙上的猫猫的八卦了。然而，就这一早上的功夫，这些年顾文做过的所有事，玄宝都知道了。他很震惊，小脑瓜还没完全反应过来。这些年，爸爸偷偷给妈妈吃不好的药，妈妈胃不好，爸爸把少量的兴奋类药物掺杂在妈妈的胃药里，爸爸每次都精心调配，为妈妈准备好药，因此妈妈还觉得爸爸很关心她。长期的神经兴奋类药物不仅能致人上瘾，而且只要某一天突然加大3倍剂量，在妈妈休息不好的各种前提下，刺激妈妈情绪激动，妈妈很容易就会猝死。玄宝的脑子已经8岁，再怎么懵懂也想到了一些事情。前世是爸爸送妈妈来找自己的，当时爸爸说的原话是送妈妈来见玄宝最后一面，然后妈妈死了。妈妈为什么会死？妈妈是哭得很伤心，可哭得再伤心会死吗？所以是爸爸杀了妈妈。这个念头一出，玄宝下意识拉住妈妈的手。玄宝，陆婉令感觉到不对劲，连忙蹲下看他。怎么了？听他这么一说，大家赶紧看过去，只见玄宝小脸惨白，陆老爷子心底咯噔一声，坏了，玄宝和别的臭小子不一样，我在这么娇娇软软的小女娃面前掀桌子、抄起椅子揍人，一定是把孩子给吓坏了。叫玄宝乖了，没事。他心底有些奇怪，玄宝现在可不像是怕外公的样子，而是怕顾文。玄宝怎么啦？是不是吓到了？外公脾气是火爆了一点，但是外公其实是很好的人。我没有事，我想吃饭。陆家人一听心疼了，哎呀，真该死，来的时候竟然忘了给玄
元宝带一些零食。好好，我们这就去吃饭。小云朵吃醋的看着对面的玄宝，原来玄宝也有哥哥，还是4个，比我还多一个。那4个哥哥比我的3个哥哥还要高大，还要帅。一直以来什么都要比别人好，比别人多的小云朵顿时觉得更不开心了。妈妈，小云朵嘴巴一扁，委屈的呜呜哭，哽咽道：妈妈不要小圆朵了，妈妈不爱小圆朵了。呜。陆远书真的很烦这种小孩，别一天到晚的哭着喊着找妈妈，这是你妈妈，你张口就叫，找你自己妈去。对呀，我们姑姑就是不爱你了，就是不要你了，你可赶紧滚吧。哎呀，你们怎么还没走呢？还想赖着住豪华大主卧啊？这里可不是你们家了，需要我们叫保安请你们出去吗？闻言，7、8个彪形大汉往门口一站，直勾勾盯着顾家人。顾家人脸色铁青，看着顾家人离开，陆家人赶着订餐厅，赶着叫厨师做饭。10分钟后，一家子在附近最好的餐厅坐下，厨师赶忙端着盘子上来，很快就摆好了一桌子的菜。玄宝原本还想说什么的，结果肚子却十分应景的咕噜噜叫起来：来，玄宝，吃这个排骨哦，这个好吃，要不先吃鸡蛋羹也行，垫垫肚子，让肚子缓缓。这个是野钓的麻虾，很清甜新鲜，玄宝吃点儿。这个炸圈圈，玄宝肯定爱吃，还有这个田螺小麻薯，小孩都爱吃，石斑鱼要的皮皮虾哥哥包，他碗都装不下了，还加。行了，都是你们挤上去夹菜了，玄宝反而没有吃饭的空间，都让开。玄宝看着眼前堆得满满的饭菜，想到的却是前世妈妈也死了的画面，不知不觉的玄宝哽咽起来，眼泪吧嗒一声掉在了饭菜上面。这时候陆墨寒走进了包厢，刚进门就见玄宝哭了。玄宝怎么哭了？陆墨寒天生声线冷硬，加上一张千年冰山脸，笑的时候都让人感觉冷飕飕，不笑的时候更加令人胆寒了。正在哭的玄宝一时噎住，小玄宝出了什么事？跟大舅舅说说。陆墨寒强行让自己声音温柔一点，我有这么多关心我的家人，前世妈妈被爸爸杀死的事情，不知道能不能说出来让他们知道呀？这跟你那个不是人的爸爸有关吗？玄宝看向陆婉令，没事的，外公外婆、大舅舅大舅妈他们都不是外人，你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说。妈妈，那2件事都可以说吗？小玄宝想说什么都可以。玄宝忽然痛哭出声，爸爸杀死了妈妈。这个事情对玄宝来说的确是无法理解的，在小孩的心里，爸爸妈妈应该是相亲相爱的在一起，爸爸杀了妈妈，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什么？陆婉令好好的坐在这里呀，玄宝怎么会这么说呢？大家一脑糊涂的看着陆婉令，此时陆婉令觉得自己如坠冰窖，手指间都是冰凉的。之前自己也有过猜测，没想到顾文他真做得出来。陆婉令微微颤抖的问：是怎么杀的？玄宝把从小动物们那里得知的信息都一一说了出来。爸爸给妈妈吃的胃药里掺杂了别的药，但是这个药对妈妈不好，会让妈妈上瘾，要是妈妈休息不好，受到了刺激，妈妈就会猝死。听了玄宝的话，陆家人都震怒了，陆婉令更是气得全身都在颤抖。顾文他好狠的心，年少时我以为遇到了一生的挚爱，没想到他从一开始就在算计我，而我竟然死心塌地的爱了他18年，心甘情愿的给人家当了18年牛马。可能一开始是冲着婉儿的存款去的，没想到婉儿还能给他们当赚钱机器。孟浅浅真的忍不住了，脸上浮现起怒气。顾文也太不是人了，骗婚把婉儿当赚钱机器，玄宝刚出生就被扔了，让婉儿养小3的女儿，还给婉儿下药，这一桩桩一件件，出生这2个字都不足以形容他了。陆婉令抱着玄宝哽咽道：玄宝，妈妈对不起你。没关系，妈妈不哭，玄宝这次先找到妈妈了哦，玄宝会保护好妈妈。孟浅浅忽然想到，玄宝先给陆婉令打电话的事，玄宝这一次先找到妈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难道还有上一次？上一辈子玄宝死的时候，妈妈才找到玄宝，然后妈妈也死了。陆家人都被这个信息震惊了，眼底全都是愤怒。顾文、顾家一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否则我死都不瞑目。让顾文破产负债太便宜他了。陆墨寒翻出一个号码打过去，帮我查一个人，顾文。顾老头、顾老太和顾文他们回到花如雪那边。文哥谈得怎么样了？顾文冷着脸把协议递给他。花如雪看之后惊愕道：陆婉令也太过分了吧，存款和房子车子全都要，这也就算了，这些年的生活开支他自己也有用呀，而且都是共同养育孩子的花费呀，这部分他都要追回吗？顾老太也铁青着脸说道：错看他了，没想到他这么计较。顾文阴沉着脸忽然说道：看来他是逼我使出杀手锏了，我也不想这样对他的，可他实在欺人太甚。这个秘密顾文没有告诉任何人，连花如雪都不知道，陆婉令更加不可能知道了，所以他还是占据着先机。什么办法？这个办法绝对能让他翻不了身，到时候根本不用费劲打什么离婚官司，一个瘾君子有什么分资产的资格？只要把他送进去，一切都是我的了。你们也别问什么办法，我自有分寸。顾文还是很谨慎的。晚上，顾文还是经不住花如雪的好奇，
单独跟他说了给陆婉令下药的事，所以等他来找我签协议那天，我就报警举报他吸毒。顾文冷笑一声，他不仁就别怪我不义。花如雪掩住嘴巴，轻呼一声啊，文哥，这不好吧？他毕竟给你生过4个孩子呀，这些年也这么的爱你。如雪，你就是太善良了，你这么为他考虑，可他为我们考虑过吗？他现在恨不得弄死我们，这件事你就不用管了，一切交给我。花如雪叹气，好吧。晚上睡觉，两人同床异梦。花如雪不乐意顾文和陆婉令离婚的，让陆婉令继续奋斗，带着顾氏集团走上更高的巅峰。但要是最后没有办法把陆婉令送进去也算个办法，至少卖了顾氏集团，加上2栋别墅、豪车、存款什么的，也还有不少钱，比什么都拿不到，还要还回去可好太多了。顾文则是在想，如果真的要告到法庭上，那律师说的没错，这些年都是陆婉令挣钱，家庭收入99%来源于陆婉令的贡献，而我教授的职位每个月也才1万多块钱工资而已，18年加起来都不足250万，按照比例，陆婉令绝对拿大头，我只能拿到一个公司，那有什么用？没有像陆婉令这样的人管理公司，别说挣钱了，到时候不亏都好了。最终我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把顾氏集团打包卖了。今天那个助理说收购顾氏集团才给10个亿，陆婉令还勒令还掉这些年的开销，共计9个亿，这就等于卖了顾氏集团，钱也是陆婉令的，自己什么都没有，真是越想越气。现在我已经没有回头路了，这都是你逼我的。忽然顾文猛地坐了起来，花如雪假装睡眼惺忪问道，文哥怎么了？没什么，你睡吧。他到了书房，皱眉写画画。他不知道的是，有多少只眼睛盯着他，躲在书里的书虫，甚至半夜不睡觉被召唤出来的蚂蚁。把他送进去容易，但是陆家人不好糊弄。今天的交锋，顾文看到了陆家人的难产。等陆婉令血检出异常的时候，他肯定会想到是怎么回事。只要陆家人查他的胃药，好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他的药肯定会在今天吃完。顾文暗自庆幸，不继续给陆婉令拿药，就等于陆婉令找不到证据。顾文查阅电脑资料后，在纸上写下了几个字。顾文想到办法了，他眼底的狠意一闪而过。这也怪不了我了，无毒不丈夫。把事情都做完后，他将桌上的纸用碎纸机粉碎，才放心的离开了书房，舒心的去睡觉了。半夜不睡觉的虫子大军出动了，冲啊上啊，快快，气味还在，按照气味把刚刚那张纸搬出来。一群蚂蚁钻进碎纸机，不一会儿，每只蚂蚁都举着一小块碎纸片狂奔而去。天刚亮，陆墨寒就起床了，刚出卧室门就碰见了玄宝。怎么起那么早？吃东西了吗？玄宝扯了扯他袖子，大舅舅快来，就拉着陆墨寒跑到自己房间，来到书桌面前。大舅舅你看看。陆墨寒看到桌上有一张奇怪的纸，说是奇怪，是因为那张纸本应该是碎的千丝万缕了，可碎成这样的纸却还能重新拼起来，看着就无比的怪异。但最吸引陆墨寒视线的是这纸上面涂画画，赫然写着几个字，其中猝死这2个字重点圈了起来，底下还标了2个重重的墨点。陆墨寒不用猜都知道这是顾文的手笔。这一辈子他顾文依旧选择了要杀死婉儿。陆墨寒压下心底的冷怒，低声说道，玄宝做得很棒，这纸哪里来的？是蚂蚁搬来的。这神不知鬼不觉的，顾文还以为他自己做的天衣无缝吧。我这是得了一个多么了不得的外甥女，我倒是很期待顾文死到临头时会是什么样的表情。早晨就生俩2只脑袋凑在一起，嘀嘀咕咕。大舅舅，爸爸是不是写了不好的东西？蚂蚁们都说爸爸写的是怎么杀死妈妈的办法。小玄宝不认字吗？前世玄宝活到了8岁，一般8岁的孩子都上2、3年级了，已经能认很多字了。以前的爸爸妈妈说女孩子读书没有用，就没有让我读。陆墨寒心脏一痛，心底对顾文的憎恨又多了几分。只让他破产太便宜他了，一定要让他先破产负债，把玄宝吃的苦都吃一遍，饿到上街捡垃圾吃，然后再给他希望，再狠狠掐灭，最后灭得他失去全部意志了，再大发慈悲把他送进去坐牢。对顾家的报复我一个都不会落下。陆墨寒压下心底的怒恨，抱起玄宝去书房。走，大舅舅教你认字，等过几天你就去上学。女孩子更应该要读书，见过世面才不会。才不会什么？玄宝好奇地看向大舅舅。才不会成为文盲。他点了点玄宝的鼻子。知道文盲呢，那会给国家拖后腿，严重的话会导致我们国家经济倒退，人民生活指数严重下降，大家要过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啊！有这么严重？大舅舅，我可不是3岁小孩，你别忽悠我。玄宝眯眼看陆墨寒，想从神情上看出大舅舅是不是故意逗他的。怎么会是忽悠？教育并不是一个人的事，这世上还有千千万万个女孩，如果女孩们都不上学，都成了文盲，那不就是社会的倒退吗？就回到了古代啊！所以要好好上学，为国家的发展做贡献。玄宝，你不是一般人，你是重生的，还能和动物沟通。那么多死去的人，为什么没有这样的机会？老天爷却独独挑选了你，那必定是因为你非同凡响，是能改变未来的人。所以你记住了，老天爷给你机会，不是让你来做谁的附属品，是让你来发光发热的。陆墨寒从来没有说过这么多话，也没有这样忽悠过人。为了防止宝贝外甥女长大后恋爱脑上头，陆墨寒拼了，培养事业心，坚决消灭恋爱脑。玄宝根本抵抗不住这宣誓一般的热血激励，
里，看着大舅舅严肃的脸，小家伙脸色也不由得严肃起来。好的，大舅舅。玄宝被狠狠地鼓舞了，握紧小拳头，用力一挥。我一定努力，不做文盲，努力学习，为国家做贡献。陆墨寒欣慰地看着他，玄宝真棒。这时候，陆老夫人敲门进来，你们俩在嘀咕什么呢？怎么起那么早？玄宝怎么不多睡会儿？玄宝乖巧说道：“小鸟们说，早睡早起身体好。”陆老夫人看了一眼窗外的小鸟，真的是真的。外婆，我告诉你哦，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早上5点半，小鸟们没有一个起床，但是到了5点38分，它们就像被按了开关一样，突然就起来了。陆老夫人看他努力哄自己的样子，都想哭了。她努力地把自己的眼泪逼回去，做事对着外面说道：“这些小鸟确实起得太早了。喂，你们以后都起晚点，别吵玄宝醒了。7点半后再起来。”好的，以后要有个规矩，那就是7点半之前不能起床。OK 的啦。陆老夫人回头问玄宝：“他们说什么？”他们说：“知道了，知道了。”陆老夫人放心了，牵着玄宝的手：“走走，我们去吃早餐了。”这时候，陆墨寒的电话响起：“陆总，已经煮好了。”放话出去，就说上面的大家长开始重视宠物医药领域，抵抗外资，尤其注意到了顾文18年前的那篇研究，现在就开始去布置。收到。天还没亮的时候，顾文就匆忙赶去学校了。这些年，经过陆婉令的打点，顾文在学校的声誉很高，破例有自己的独立实验室。讽刺的是，现在顾文正在用这些先进设备做能弄死陆婉令的胃药。1个多小时后，顾文手里拿着3枚胃药。好了，3倍药量不知道够不够，加了5倍应该没问题了。陆婉令，这是你逼我的。顾文在咖啡厅等了很久，陆婉令终于来了，还是带玄宝一起来的。你的条件，我想了一下，觉得不公平。存款、房子、车子是我们夫妻俩的，凭什么你要拿完？这样，存款我们1人1半，别墅我们1人1栋，车子给你了，顾氏集团的总裁依旧是你，利润我们也1人1半，怎么样？陆婉令，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机会，你要是答应，我就放过你，否则你的贪得无厌会害死你自己的。不怎么样，我以为你是要来签字的，你要是来谈这些，现在就可以滚了。陆婉令，我们夫妻这么久，有必要做的这么绝吗？他故意刺激陆婉令。以前我刚认识你的时候，你是那么的温柔、善解人意，现在是不是在外面抛头露面久了，铜锈味沾多了，竟然变得这么小气势利了？陆婉令一拍桌子，忽然捂住肚子，闷哼一声。怎么了？他做出一副关心的样子。是不是胃疼了？这几天没吃药？要你管？我不管你，谁管你？你看我不在你身边几天，你连药都忘了吃。他拿出一个药瓶，我这里有之前剩下的，你胃不好，我有随身携带胃药的习惯，就是怕你不舒服。陆婉令只觉得很恶心。哎呀，我的亲大哥呀，一早上起来就让我演这么恶心的戏，还不如直接一枪崩了我得了。似乎被打动了的样子。嗨呀呀，大舅舅偷偷给我点的酸奶布丁真好吃。玄宝专心的吃布丁，悄悄的跟趴在桌边的小飞虫互动，分一点点布丁给他们。你这个妈妈可以哇！奥斯卡欠他一座小金人，快吃快吃，等会要上场了。我。此时，陆婉令在几次的挣扎犹豫之后，接过了药瓶。顾文心底得意，看来陆婉令已经上瘾了。他给陆婉令倒了一杯水。陆婉令，你别逞强了，先吃药吧。即使离婚了，我希望我们以后也还能是朋友。陆婉令拿着水杯的手一抖，恶心的差点吐了，还好忍住了。顾文假装喝咖啡，实际上他在紧张地关注着陆婉令的动作。当看到陆婉令把药放进了嘴里，吞了下去，顾文彻底放心了。他忽然看向玄宝，奇怪地笑了一声：“怎么？没什么，只是想起玄宝刚出生那会儿。”顾文很清楚，现在对陆婉令刺激最大的就是玄宝了。玄宝刚从产房抱出来的时候，我很惊讶，没见过那么漂亮的小孩，跟你长得像极了。他看着我，好像在找你，可是我都等那么久了，就等着他出生，是不可能把他送回你身边的了。玄宝的动作一顿，藏在桌子下的手还攥着刚刚那几枚胃药，不知不觉攥紧。你在玄宝还没出生的时候就算计好要送他走？那是肯定的了，不然我怎么可能提前把顾玉荣叫来？你不知道，玄宝被送走的那天下雨，顾玉荣走得匆忙，我说不用管小孩怎么样，要是生一场大病死了，反倒还好善后，所以玄宝才出生就被雨淋得哇哇哭，哭得小脸都紫了。陆婉令气得全身颤抖。你为什么要这么对玄宝？她也是你的女儿。如雪生的才是我的女儿，你生的就算了。陆婉令，这些年我真的受够你了，你以为我是真的爱你吗？没错，一开始是知道你有500万存款才接近你的，但是你就没有错吗？才不外露，你偏偏让我知道了，你故意诱惑我的吧？所以怪得了谁？跟你结婚委屈了如雪，那几年她远走他乡都不回来，直到你生下顾朝、顾思和顾想，我取的名字都是对她的朝思暮想，才打动了她，她才回来，让你生下我的孩子，已经是我对你的最大容忍了。听着顾文这么不要脸的话，陆婉令气得浑身颤抖，这是对她赤裸裸的羞辱和嘲笑。多年感情上的付出，就是因为深爱呀。
此时听到他亲口说出这一切，陆婉令感觉心脏被狠狠地捅了一下，胸口传来一阵剧痛，陆婉令终于还是倒了下去。玄宝大惊，妈妈，这怎么和大舅舅说的不一样呀？大舅舅和妈妈只是说会假装倒下，但现在妈妈脸上的痛苦是真的。妈妈，妈妈！玄宝吓得哭了，慌乱的四处看，大声喊：大舅舅，大舅舅，快来！呜，大舅妈你在哪里？顾文看着陆婉令倒下，终于如释重负。陆婉令，你这个恶毒的女人，就应该有这样的下场。要不是因为娶你，如雪不会走了3年。是你破坏了我的家庭，要不是你非要把玄宝带回来，我们一家依旧和和美美。要不是你把我逼到这个地步，我也不会真的杀了你。顾墨寒冲了过来，一拳就把顾文砸到一边，怒道：你对他做了什么？顾文吃痛，恼怒道：我怎么知道？本来好好的，怎么就突然就倒下了？顾文丝毫不怕，这家咖啡厅其实是如雪的，有没有监控还不是我说了算。去医院。顾文，你会遭报应的。孟浅浅气红了眼，临走前狠狠地盯着顾文。得人自有天收。顾文一摊手，十分无奈。我说了，跟我无关。玄宝眼里含着泪水，此时此刻，他对自己亲生父亲的怨恨已经达到了顶点。他伤害了妈妈，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他。玄宝被抱走之的时候，回头怒声道：你会遭报应的。顾文皱眉哼了一声：小白眼狼，就你这样的，永远也比不上乖巧可爱的小云朵。这时候，顾文忽然收到电话：顾教授，你18年前的研究重新火了。顾文一愣，只听电话对面说：从可靠的官方人员那里得知消息，上头的大家长开始重视宠物医药领域，抵抗外资，注意到了你18年前的那篇研究。顾文被这巨大的惊喜砸晕了，顾老太激动到对上天跪拜：感谢老天爷呀！离开那个女人，我们家阿文的运气马上就好起来了。顾文看着涨停的顾氏集团股票，激动地站起来。顾氏集团现在的市值超过100亿了，短短2天，市值竟翻了2倍。顾老头虽然对股票一知半解，此刻却急切地说道：对，我们自己的股票，我们为什么不自己背后操作？一边股票在翻倍涨停，另一边我们偷偷买入，等最高的时候卖出，那我们岂不是赚2份的钱吗？顾家人一脸火热。对呀，现在政策才刚透露出来，绝大多数人都还不知道。才2天时间，人家一个大庄都能挣几个亿，那要是半个月，我们岂不是能挣几百亿？前提是要有那么多钱投入才行。大庄家能2天赚几个亿，是因为投的钱多。顾老太急道：那我们也投多一点啊！现在我们哪里有那么多钱？账户上的存款都被冻结了。花如雪却想到了什么，急切道：文哥，离婚协议签了吗？顾老太一愣，这时候签什么离婚协议？顾文被提醒了，说道：应该要签，越快越好。陆婉令进医院了，肯定还不知道顾氏集团市值翻倍的事情。今天起，顾氏集团打包卖出去，最低也得100个亿。强，现在趁着他们没反应过来，立刻签。顾文立刻拿上协议，顾老太和顾老头都压不住着急，跟着一起走。花如雪拉住顾文，犹豫了片刻，说道：文哥，这些年你给我的钱，我其实都存着，你放心跟他离婚吧。等离了婚，那些钱都属于你自己的。我之前不说，是因为怕这些也成为夫妻共同财产，被他分走。顾文感动的不行，没想到这些年他还帮我存钱。如雪，有你真的是我的福气，这些年真是委屈你了。你等着，今天之后，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才是我的太太，是顾氏集团的女主人，是顾总夫人。我们都要被你吓死了。玄宝都急哭了，好好喝，我们可真是有个好妹妹呢，狠起来连我们都骗。陆婉令委屈的说道：对不起。早上她真的被气得胸口都疼。我这是有多蠢啊，都到了这地步了，依旧被渣男重伤，这么丢脸的事是绝对不会说出来，只能说自己是演戏了。玄宝抱着妈妈的手，眼泪汪汪的说道：妈妈，下次不可以这样吓人了。大舅舅和大舅妈都信了妈妈的话，可他知道妈妈是真的痛了。就在刚刚，他好像能感觉到妈妈的疼痛，心脏的地方像是被撕裂。玄宝抬手抹了抹眼泪，贴着陆婉令低声道：妈妈乖，妈妈不疼。正在这时候，病房门却被推开，顾文拿着离婚协议进来了。来之前他是想着陆婉令现在应该正在抢救，早上他喝了咖啡，又吃了那3枚药，最后还受了刺激。他捂着胸口倒下那会儿，我看得清清楚楚，绝对做不了嫁。要是陆婉令死了，这离婚协议也不用签了，所有财产都在我这里。可是陆婉令没死，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离婚得分啊！究竟怎么回事？陆婉令竟然没有死。顾文深吸一口气，看了一眼病房，病房很宽敞，一个男人坐在沙发角落，拿着一份文件在看。顾文觉得莫名有点熟悉，他只知道这人是陆婉令的哥哥，应该不会有什么背景，要真的是厉害人物，18年来他早就知道了。陆婉令，我真是受够你们一家野蛮人了，不是要签协议吗？这就签。顾文直接把离婚协议书扔在了陆婉令脸上，他感觉痛快极了。那天他也是这样甩他的。顾老太也在一边帮腔道：对，远离他们这一家子灾星，专家说远离那些负能量的人，人生就顺了。顾老头皱眉，这么着急，要是被陆婉令看出端倪怎么办？婉令，早上你哥打了阿文，阿文是不对，但是你们家一言不合就动手的毛病也该改改了吧。
陆婉令看他们一来，就嚣张地训斥自己，知道今天必定离婚了。他冷冷说道：“知道不对还避避，有事不说事，非得给我扣帽子是吧？玄宝，关门！”顾老太一下子就慌了：“你不能打人哦，这里可是医院。医院又怎么了？打你们还要分场合吗？”顾老头、顾老太真是胆寒了，没办法，人老了不抗揍呀。你有话好好说，别动手。孟浅浅压住陆婉令，有话好好说，别动手。他那温软轻柔的嗓音一出，就化解了即将大干一场的干戈。顾家人顿时松了一口气。孟浅浅看着他们，温声说道：“要我说，你们也有错，你们怎么就不问问我们，为什么不打别人，就打你们了？”孟浅浅一边说，一边捡起离婚协议书，反手甩到了顾文脸上。还有，别动不动就把文件甩到别人脸上，你们是该甩，我们不是呀！再乱甩，手给你多了。孟浅浅用最温柔的嗓音，最直白的骂他们犯贱。顾家人偏偏还不敢回嘴，怕又被揍。陆婉令还有个哥哥在这里呢，几人憋屈的浑身颤抖。哎呀，你们是干嘛的来着？签协议的啦？怎么突然就答应要签了呢？早上不还嘴硬吗？四是关切的询问，说的却句句扎心。顾文冷冷说道：“那还不是你们家太蛮横了，一言不合就动手打人。”孟浅浅轻笑一声：“哦，原来是因为被揍的呀！我说什么来着？果然有些人就该揍一揍。”孟浅浅温柔的笑容忽然一收，冷笑道：“想签协议可以，自己把地上的协议捡起来，好好摆在桌上。”陆婉令，你不要欺人太甚。又不是我骂你，怎么敢对我怒吼？不敢对我嫂子怒吼，窝囊废！顾文真是打又不敢打，骂也骂不过，只能憋屈的捡起地上的文件。顾老太立刻上前捡，一边捡一边说道：“好，离婚，立刻离婚！我儿子现在的身份今非昔比，今天之后他将会是官方扶持的代议企业的顾总。香饽饽，以后有陆婉令后悔的去，有陆家后悔的去。好。”顾老太把捡起来的文件递给顾文，顾文把文件放在陆婉令面前的桌上，再也不敢乱甩了。顾文冷着脸说道：“签吧，我已经签了。”这离婚协议书是签了，但签的憋屈极了。顾文拿着离婚协议，恨恨咬牙道：“下午民政局见，陆婉令，你可别后悔不来。”顾文脸面丢尽，唯一能做的就是放一句狠话。说完，他立刻甩头离开，坚决不给孟浅浅再阴阳他的机会。没想到孟浅浅追了出来，扬声说道：“别放了狠话就走呀，怕我对你骂？原来你也知道自己没道理呀！一个靠骗婚，拿着老婆挣钱养小三的男人。”顾家人签了协议，目的达到了，却一点都开心不起来，气都气饱了。散了，往好的方面想，等你坐上顾氏集团总裁的位置，媒体争相报道，各路企业踏破门槛求合作，那时候陆婉令只能在电视机面前哭断了肠，陆家会后悔的吐血，到时候他们就知道今天自己做了多么错误的决定。没错，本来我们还想给他们机会的，没想到他们不识好歹。顾文心底好受了一点。没错，现在最要紧的事就是要抓紧机遇，先把资金准备好。如雪帮我存的1个亿不够，我要想办法再抵押一点。下午一拿到离婚证，我就立刻投资。我要看陆婉令后悔痛哭，求我回头的样子。下午，陆婉令迫不及待赶去民政局。真的没问题吗？你上午那样子真不像演的，我现在都还担忧。让医生陪同，路上继续打药。我真的没事。嫂子，有什么比离开顾文这渣男更令人欢喜的吗？一想到马上就摆脱顾文了，18年的错误彻底结束，他如释重负，什么病都好了。再说他还有玄宝呢。顾文啊，顾文真是狠心到了极点。离婚协议书上的财产分配，他是算计了一遍又一遍，偏偏对于玄宝的抚养权提都没有提过。妈妈别怕哦，小玄宝回握着妈妈的手，玄宝在的，不管妈妈在哪里，玄宝都陪着妈妈。停车场里，陆墨寒停了车，你们上去，我在这里等。我要陪着婉儿。离个婚而已，还用陪着吗？他快去快回就行了。那你别去啊！我不去怎么行？万一他又被人家忽悠了，离婚离不成，想气死我吗？顾文一家早早就在里面等着了，不仅顾文、顾老头、顾老太来了，顾师和陆婉令那3个儿子也来了，还抱着小云朵呢。顾朝犹豫了几次，还是问道：“你真的要跟爸离婚？你真是糊涂，为了他值得吗？”顾思满脸不高兴：“我们毕竟是你的儿子，心里是不愿意你们离婚的。虽然爸爸找了小三，在这一点上是不对，但他只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以后不去找那女的不就行了？至于玄宝和小云朵，可小云朵也是爸的孩子，你就不能宽容一点吗？为了玄宝就跟爸爸离婚，我们都无法理解。”顾翔讽刺地说道：“你们还劝他呢，让他离，以后有他后悔的。我可先告诉你，离婚了，我跟着爸。”顾翔依旧是满脸讽刺：“得了吧，他这种人哪里会想，这么自私的人谁愿意跟着？”陆婉令失望地看着3个儿子，3个儿子的态度比顾文更让他心寒，他不想说话，心累了。真的没想到会有孩子这么对待自己的妈妈，他们不是3岁小孩了，已经14岁、17岁了，这是怎么教育的？不跟就不跟，3个白眼狼谁还愿意要呢？扔到垃圾场里散了，还是我们玄宝好呀？孟浅浅抱起玄宝，我们婉儿有玄宝一个女儿就够了。孟浅浅不敢对太多，她知道孩子永远是妈妈心头最大的痛，对多了只能让陆婉令伤心。顾家人却误解，陆家人心底还是重视儿子的。陆老夫人和陆老爷子都不说话，连孟浅浅都只能嘴硬1-2句罢了。哈哈，3个儿子都选择了我们顾家，要个女儿有什么用？以后女儿都是嫁出去的人，泼出去的水，等陆婉令老了就知道了，女儿还能给她养老送
当中吗？想到这些，顾家人心底总算出了一口气，脸上也扬起了笑容，扬眉吐气的样子。签字吧。顾文冷眼看着陆婉令，陆婉令二话不说，直接就签字，按手印，终于拿到了小本本。离婚的事彻底成为定局，顾家人脸上的笑再也压不住了，高兴的嘴角都要咧到耳根去了。顾文满脸讥讽：陆婉令，有个事情你可能还不知道。顾婉令不想听顾文废话，转身就走。顾文的准备打脸的话噎在喉咙里，哈哈。孟浅浅凑过来，拿过小本本，开心的说道：离婚了，恭喜咱们妹子摆脱一家子吸血虫，从今往后，我们妹子的每一天都是最美好的人生。顾家人心底愤愤不平，该高兴的是他们，对面怎么还先高兴起来了？顾文脸色难看，顾氏更加沉不住气，他现在就要看陆家人后悔。你们不知道吧？顾氏集团身价翻倍了，现在可是市值100亿的大集团了。顾文纠正他，到下午收盘为止，已经市值150亿了。对呀，哇，一天就又翻倍了呢。再过一段时间还得了？顾老太喜气洋洋，要不了1-2年就是身价1000亿的集团了。以后我们家阿文想找什么样的人没有？不知道多少人踏破门槛都想嫁进来。顾老头扶着手，淡淡说道：重新找个年轻的、孝顺公婆的，别一天到晚在外面抛头露面都见不到人。女人就是要在家里相夫教子才最好。没错，某些人就等着后悔去吧。陆家人都无语了，果然是小人得意的嘴脸，晦气。这时候花如雪来了，文哥，办好了，我们回家吧。他挽住了顾文的手，看了陆婉令一眼，不好意思的笑了笑。陆总，又见面了，不过现在我觉得应该叫你一声婉妹妹，你很厉害，感谢你这些年对文哥和小云朵的照顾。不过离婚不是终点，希望你和文哥以后还是朋友，以后你要是想来看孩子了，我随时欢迎。这就是顾文的白月光吗？以前给小云朵请他做舞蹈老师的时候，还觉得他很体面呢。花如雪眼底掩藏的得意和挑衅，好像在说：陆婉令，你彻底的输给了我，我从不出面，你却一败涂地，原来你也不过如此呀。陆婉令讥讽一笑，捡了个我不要的垃圾还能这么高兴，你果然是很能忍的人。婉妹妹，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孟浅浅把陆婉令拉到自己旁边，惊讶的说道：还能有什么误会呀？你都做了18年小三了，还好意思问原配对你有什么误会？喂，花小姐，你这脸皮真是不愧是和顾先生天生一对的人呢，都这么的不要脸。你要真有这么大方的话，又怎么会这么着急来民政局？是怕你家垃圾先生被抢走吧？也是，毕竟是顾文的初恋白月光，那么你今年也是年过40了。喂，你要小心了，他们顾家要找年轻的，你太老了。你说什么？文哥不是这样的人。花如雪委屈极了，对，我不会抛弃如雪的，即便以后我是千亿集团的总裁，如雪也只会是我唯一的顾夫人。顾师愤愤不平，心是脏的，看什么都是脏的，我哥才不是这种人。顾氏集团现在150亿市值了，你们后悔去吧。孟浅浅故作惊讶，什么？顾氏集团150亿身价？怎么可能？你们做梦呢？没有我们婉儿，你们大破公司不破产都不错了。听到孟浅浅的话，顾家人终于舒服了，感觉终于到自己狠狠出一口气了。顾师哈哈大笑，是呀，就是故意不让你们知道，现在离婚了知道后悔了吧？哈哈哈。孟浅浅一脸震惊和打击，不可能，不可能，连玄宝都无语了。大舅妈呀，你演得太过了，妈妈，我们回去吧。玄宝拉着陆婉令往外走，大舅舅还在等我们。陆婉令带着玄宝直接走了，顾家人的得意才刚到一半，还没看到陆婉令后悔的脸色呢，结果人家都走了。孟浅浅忽然回头，对了，别忘了小三那栋别墅，现在不是你们的了哦。花小姐，你估计做不成大餐了，我约了家政公司。他看了看手腕上精致的女士手表，说道：这个时间家政应该在清扫了，你们不快点回去的话，东西都是直接扔出去的呢。还有顾先生，记得把这些年花我们婉儿的钱还回来哦，也就9个亿而已，给你1天时间，否则我们直接去顾氏集团追债，100亿集团的脸多不好看呀。说完，孟浅浅也扬长而去。啊，离婚了还是要憋屈死了，还不得不赶紧回去收拾东西。陆墨寒拿了礼花炮等在车旁边，看陆婉令回来，砰一声放了礼花炮，一家人欢天喜地的回家去了。顾家人则是狼狈极了，紧赶慢赶的回到别墅，发现自己的东西已经被扔出来了，别墅里的东西都被清理干净，老别墅那边的东西也全都被扔出来。顾文后悔死了，前几天怎么就忘了这栋别墅也是陆婉令的，应该早2天找新的地方。顾家人不得不在门口收拾东西，顾老太快要恼火死了。顾家原来的别墅门前，来，跨火盆。陆老夫人拉着陆婉令，牵着她跨过火盆，嘴里还一边念叨：趋吉避凶，变祸为福，远离不祥，兴旺蓬勃。玄宝也很开心，跟着外婆一起，一边牵妈妈，一边跟着外婆说：跨火盆，趋吉避凶，变祸为福，远离不祥，兴旺蓬勃。烧去一切晦气，以后生活像火一样越来越旺。烧去一切晦气，以后生活像火一样越来越旺。陆老爷子没能一枪崩了他们，如今只能放鞭炮过瘾。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陆婉令被迎着进了别墅，别墅焕然一新，佣人也是新请的，早就做好了一桌子的饭菜，整个别墅里热热闹闹的。顾老太抱怨道：怎么找了这么个地方啊，也太小了。没有别墅吗？以前住习惯了，现在
在住这个都不习惯。花如雪对顾家人真的很无语。顾文的账户被冻结，现在花的钱都是我的，而且这房子也不小，300平的大平层呢，6个房间，4个孩子1人1间，我和顾文1间，老头老太1间，没有我的房间啊！顾师不满地说道。以前在嫂子那里，我都有个带阳台的大房间。花如雪心底很烦这个小姑子，什么都要好的。刚刚收拾东西的时候，怎么不见她？顾文和顾老爷子都跑了，说男人不干这种活。顾师居然也跑了，说丢脸。顾老太是收拾了，不过都是捡着他自己的东西收拾，最后是自己一个人收拾了一家老小的行李。对于顾家人，他也是记恨上了。等过了这一阵子，第一个就把顾师赶出去。花如雪神色黯然地低头。小师，你哥现在正在关键时期，暂时无法放太多钱在买房子的事情上。顾文一听便觉得顾师也太不懂事了。陆婉令已经不是你嫂子了，你要觉得她那里好，你找她去。顾文寒声说道。而且你也老大不小了，还总是来我这里住，像话吗？顾文现在是真的没有钱，存款全都赔给了陆婉令，这个大平层都是租的。终于一家人精疲力尽地坐下来吃饭。顾文举起杯子，来，为我成功离婚干杯，为我们以后的荣华富贵干杯。顾家人顿时又高兴了。玄宝在门口探头，收回脑袋。哥哥，妈妈睡着了，走。两人鬼鬼祟祟的刚要走，就见陆墨寒上楼来，问道：去哪儿？老爸。玄宝吓得小脸一白。老舅。是大舅舅。大舅舅。准备去做什么？出去玩。陆墨寒面无表情，走过两人时说了一句：都不知道人家住哪里，还想去做坏事。陆远归下意识说道：大哥查到了。玄宝扯了扯哥哥的袖子。哥哥，糊涂啊，怎么被大舅舅一句话就给炸出来了？果然，陆墨寒回头似笑非笑。去顾文家，给他放蟑螂老鼠。之前顾家人狼狈住院的事情，他都听说了，一看就知道是玄宝的手笔。在还没有陆家这个靠山的时候，小家伙就睚眦必报了。不错，这才是陆家的好苗子。我让人开车送你们去。玄宝瞪大了眼睛。哇哦，大舅舅同意啊，谢谢大舅舅。陆墨寒回了书房，接了个电话。顾玉荣抓回来了。好，我们当然是合法合规的操作，不过是我们先投资，别人跟着投资罢了，又没操盘。的确有政策要发展这一块产业，不仅顾氏集团，还有其他3个集团股票也在暴涨，怎么算是我们操盘呢？顾为遗弃刚出生的女儿，杀妻未遂呀！小三是顾氏集团自己的负面舆论造成的破产，我们现在可以脱手了，把盘交给顾文自己，操纵自家股票是违法的，我们可不做违法犯罪的事。明天先把顾文的犯罪事实以小道消息的形式放出去。好的，好。顾文被新的消息振奋了，顾氏集团的股票又涨停了，也就是说，我现在是身价200亿的顾总了。花如雪观察了好几天，发现不仅是顾氏集团，宠物医药板块的其他公司股票也是暴涨，这说明真的是政策来临，产业的春天到了。而顾氏集团在陆婉令的打理下，是这个领域里当之无愧的龙头。顾氏集团真真切切要发达，请的企业顾问也到了，离开了陆婉令，整个集团还是在有序运行。文哥，我们去领证吧。花如雪一脸不安，以后你都是大顾总了，你不会不要我吧？怎么会呢？要不我们现在就去领证。1个小时后，顾文和花如雪拿着新的结婚证，一脸喜气洋洋的出来了。顾文那个开心呀！现在我事业有成，娇妻在怀，还有谁比我更成功的？如雪，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最好的未来，让你成为深海市第1的豪门太太。这几天，顾文把抵押借来的1个亿和花如雪东拼西凑的2个亿全都投进去，到今天已经翻到了9个亿了。天啊，这赚钱速度还有谁？这时候，顾文的电话响了。顾先生，一天时间到了哦，今天你要是不把判决好的9个亿打到婉儿账上，我们就要找媒体一起去你顾氏集团了。你说这么个关键的节骨眼上，顾先生做的一切曝光。顾文脸上的喜色瞬间凝固。我现在就打给你，不就是9个亿吗？顾文真是窝火，刚好赚了9个亿，陆家人怎么就来的那么巧？我原本想着把赚的9个亿再次投进去，可现在没有办法了，只能先把钱还给陆婉令。眼看顾氏集团又涨停，顾文咬咬牙，继续借钱。之前只是抵押了集团的一部分，现在直接把顾氏集团全部抵押，直接借个4、5个亿。顾文双眼发光，这一波还不得赚。花如雪有种强烈的直觉，感觉非常不安。顾文赚的9个亿，刚好是要还掉陆婉令的钱，实在太巧了。花如雪心惊肉跳。文哥，要不算了吧，赚钱慢一点就慢一点，我们好好经营好顾氏集团就行。背地里操纵自家股票是犯法的。你以为那些大的千亿集团首富自己背后没有操作吗？放心吧，没事的。顾文迫不及待要大干一场，要以最快的速度赚钱，他要成为全国首富、1000亿富豪。顾文沉浸在自己的美梦中，第2天起来就迫不及待地查看自己的股票，结果一起床就收到了一个消息：不好了，顾氏集团要破产了。什么？顾文觉得自己听错了，昨天还风生水起的顾氏集团，怎么可能一夜破产？顾文看了看股市情况，顾氏集团一改连续1周的涨停，今天首次跌停。不可能吧？顾文第一反应就是股市出 bug 了。然而一连7天，股市的资金就好像退潮的浪花一样，一下子跌到了冰点。顾氏集团的股价从最高361股，不到1周的时间就跌到了9块钱一股。顾文在最高360的时候买入，现在跌到9块，直接亏没了。
不但没赚到10几20亿，反而亏到眼红。顾文抓着头发，怎么回事？怎么他们都退场了？他打听了一圈，也没有打听到什么消息，政策依旧在进行，其他几个公司还是风风火火的呀。现在9块钱一股卖掉了，等于直接亏4个多亿，不卖的话还有翻盘的机会。他沮丧地坐在位置上，现在还说什么亏不亏的呀？不卖等于套牢，5个亿打水漂，卖了差不多等于亏完。顾文感觉天都塌了。陆婉令这段时间除了吃吃喝喝，就是在花园里陪玄宝看蚂蚁。今天他看到了顾氏集团破产的消息，还不抓他吗？顾文遗弃了玄宝，这是他心底最过不去的坎，不看到他被抓进去，他这个坎过不了。急什么？现在抓进去，包吃又包住，太便宜他了。顾老太当年也参与了，还有其他参与者呢，也一定要受到惩罚。陆婉令看他眼底的阴冷，你可真是活阎王。陆墨寒面不改色，淡淡说道：那他们得祈祷自己遇到的是阎王，阎王还讲道理，按规矩来，遇上我呢，那可就不一定了。这时候玄宝抬头问妈妈：什么阎王？没什么，妈妈跟大舅舅开玩笑呢。玄宝摸摸他额头，妈妈身体没有问题了吗？这段时间陆婉令一直在做戒断，每次焦躁和痛苦的时候，只要玄宝抱住他，他就能安静下来。顾文苦苦支撑了半个月，彻底把自己拖破产了。为什么破产，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一夜之间，顾氏集团资不抵债，卖掉顾氏集团，顾文1分钱也没有拿到，反而还欠着抵押借款的5个亿。怎么可能？怎么会这样啊？顾老太呢喃，浑身哆嗦。明明不久前还是100亿集团呀，怎么就像一场梦呢？难道没有陆婉令真的不行吗？顾老头也开始后悔了。正在这时候，追债的来了，10几个壮汉拿着家伙进来，就一顿打砸后，狠狠地说道：顾文，还钱！再不还钱，老子杀了你！顾文哪里见过这场面？以前他不过是被陆婉令保护的大学教授罢了，他被人提着领口拎了起来。哎呀，你们不能这样啊！那群人根本不管顾老太的年龄大小，直接一脚把他踹飞了。顾文咬牙说道：我还，我前妻有钱。顾文灵光一闪，终于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惨了。对，一定都是陆婉令算计我的。陆婉令有经商才能，对顾氏集团、对市场那么熟悉，除了他还有谁？这个毒妇我就知道他不会那么安分，都离婚了，还要把我害得这么惨，这个钱一定得他还。顾老太哎呦哎呦的哭喊着，顾文冷汗连连，一个劲的说道：真的，我前妻有钱，我刚给了他9个亿，所以我才没钱的。你们去找他要，他一定会给的。我去拿钱，陆婉令不给，但是3个儿子去拿呢。我不信陆婉令真的能这么狠心。我前妻不仅有超过10个亿的存款，还有2栋别墅，名下还有2辆豪车。给他打电话。顾文赶紧拿过手机给陆婉令打电话，结果却打不通，原来早就被拉黑了。你敢耍我？我看你们生活条件都还挺好的嘛。他戴的项链看着就不错。顾文护着花如雪，强自镇定。我说了我会还钱，明天就还你们。我去跟我前妻拿，明天一定还。这些就当是一点利息。为首的人怪笑着，拍拍顾文的脸。明天还是还不上，那可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等那些人都走后，顾家人全都瘫坐在地上。顾文扶着沙发边坐下，吩咐道：顾超，你明天找你妈拿钱去。到了这种地步，顾文潜意识里依旧觉得陆婉令的钱也是他的，3个儿子在他这里，给他还债天经地义。顾超十分不情愿，但还是说道：知道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顾家人还没从惊吓中回神，房东就找上门了。走走走，你们赶紧给我离开。房东看到自己的家具被砸得稀巴烂，心疼死了。房子不租给你们了，你们赶紧走。顾老太脸色铁青，我们租了3个月的，你要我们现在走，得赔偿我们，还得退3倍押金。怎么不穷死你得了？早知道你们会欠债，我敢把房子租给你们，还退3倍押金。我屋子里这些被砸坏的东西，扣完你们剩下的房租和押金都不够赔，我不收损失费就已经很好了。滚滚滚！怎么办啊？现在1分钱都没有了。顾老头许久才咬牙说道：要是陆婉令还在，顾氏集团何至于破产？我们也不会到这地步。文根，当初我们就不该这么冒险的，都怪你不听我的。陆婉令也太狠心了，离婚就离婚，顾氏集团他也做了那么久，帮忙管理一下又怎么了？又不是不给他分红。顾家人互相指责，顾文烦躁极了，不甘心也不服气。难道离了他陆婉令，我们就活不了了吗？他算什么东西？文根，那我们现在去哪里？他想说去找陆婉令吧，你们刚离婚，说不定还有感情，带着孩子们去找他吧。孩子们都没有地方住了，他总不能把老人孩子都赶出来。给我一点钱，我暂时住外面酒店也可以的。没想到顾文自尊和脾气上来了，我才不去求他，先在学校住一段时间。我在学校还有个2室1厅的宿舍。顾朝兄弟3人一起皱眉。爸爸学校那个宿舍他们见过，那能算是房子吗？小小的2室1厅，一家9口哪里住得下？以前就让你们跟嫂子说给我买一套房，你们非不同意，说女孩子买什么
么房？哥哥家那么大，在哥哥家住就行。现在好了吧？一个住的地方都没有了，顾家人互相抱怨，好不容易来到顾文的学校。阿文他们住一间，带着小云朵，我和老头住一间。我们老了，经不起折腾了，你们4个年轻力壮，暂时睡客厅吧。顾师不满，但又无可奈何。3个儿子此时却犹豫了，客厅肯定睡不下，沙发那么小，得打地铺。他们长这么大，什么时候打过地铺？然而他们想太多了，别说2室1厅，打地铺的机会都没有了。你被开除了，你不知道吗？顾文的一个同事讥讽地看着他，看不出啊，顾教授吸妻子的血，杨小三还那么冷血，把亲生女儿扔了。谁说的？同事晃了晃手里的宣传单，大家都知道了。顾文如遭雷劈，周围的学生老师们都指指点点。就是他，真有脸呐！软饭硬吃的垃圾男，全家老小吃老婆的，喝老婆的，居然拿老婆的钱养小三，被发现了还恼羞成怒的指责老婆。不止呢，人家还把小三的女儿偷偷换给老婆养，老婆生的却被他丢了。顾文浑身都在哆嗦，这是他最怕的事情，名誉扫地，声名狼藉，在学校里每个月拿1万多工资，让他有傲骨，有底气说自己不靠老婆，这是他最后的资本。没想到现在这个资本也没有了。让开！顾文脸色难看，嘴唇发白，狼狈的想逃离。我先回宿舍，再找校长。你没有宿舍了，实验室也没有了。以前你有实验室，有2室1厅的宿舍，那都是你前妻打点的，没有他打点，你以为你能有什么？同事们都没有，就你有，你还以为自己真的厉害呢？顾文跑遍了办公室，找完了全部领导，都被无情的扫地出门。小云朵更是哭着喊着：妈妈，我要妈妈！爷爷奶奶他们都是骗我的，跟着爸爸和如雪妈妈当不了小公主，只有跟着妈妈才是小公主。我不要再跟爸爸、爷爷奶奶他们一起了，吃饭都吃不饱，现在我要饿死了。哥哥，我要妈妈，带小圆朵找妈妈，好不好？小云朵哽咽着趴在顾朝身上大哭，我要妈妈。我们带小云朵先回去，妹妹还那么小，再怎么样都不能让妹妹流落街头。傍晚，顾氏3兄弟抱着小云朵来到了别墅前，现在家里没有人，陆婉令带着玄宝出去了。顾想一脸怨言，都这种时候了，他还有心思带那小孩出去玩？顾想什么话也不想说了，4个人就这样坐在门口，眼巴巴地等着玄宝下车，却见暗处里坐着3个黑影。玄宝吓得一哆嗦，赶紧跑回妈妈怀里，惊恐道：妈妈，那边有鬼。这时候，顾朝抱着小云朵站起来，抱怨道：你们去哪里了？这么晚才回来，知道我们等了多久吗？陆婉令看到3个儿子就心累，便冷冷说道：你们等多久关我什么事？玄宝，我们走。站住！顾朝憋了半天，才憋出一句：晚上我们要回我们的房间住。陆婉令嗤笑一声，眼底都是讥讽。回房间？这里有你们什么房间？没错，他确实没有把3个儿子房间砸了。人心都是肉长的，亲生的儿子，陆婉令怎么会不心痛？我的心是肉长的，他们的却不是。哪怕到了今天，他们也依旧是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心里好像还是在责怪我。见了我连一声妈都不喊，我生了他们，养了他们，给了他们富足少爷的生活，反而还成了我的错吗？陆婉令面无表情地说道：当初是你们自己选择跟你们爸生活，现在还来找我干什么？该回哪去回哪去，以后你们3个也跟我无关。陆婉令丝毫不给面子，这跟3兄弟心想的不一样。再怎么样，他们也是他儿子啊，难道他真的忍心看他们睡大街吗？他也太冷血无情了。顾文无聊地刷着财经新闻，忽然看到了一个消息，宠物医药领域迎来全新发展，惊动京城陆氏。顾文点进去查看，一连几篇文章都介绍了京城陆家是逆天的存在。上一辈是正字头退居幕后，人脉极其宽广，这一辈则是商业巨鳄，各种关系盘根错节，势力占据了京城半片天。总之，不管是权还是财，陆家敢称第一，没人敢称第二。顾文眼神火热，当年我的那个研究和陆氏的理念不谋而合呀，找到了。顾文激动地拿着研究报告看了看时间，陆氏集团就是这2天举行广邀会，面向全社会寻找合作人。顾文欣喜若狂，这是我的机会，老天爷果然是站在我这边的，老天爷对我的考验我挺过去了，马上就要发达了，哈哈。顾文把自己好好的打理了一番，才拿着自己的研究，信心满满的出发。陆氏集团举办的广邀会在市招商中心举行，陆墨寒一出现，周围立刻围上去好几个人，堆着笑脸跟在他身边。顾文注意到陆总身边还跟着一个女人，等等，这是陆婉令。顾文脸色一下子变得难看，陆婉令怎么会跟在陆氏集团陆总身边？等看清楚面前的人时，他猛地愣住。陆总，刹那间记忆如潮水，轰然冲开了顾文的脑子。你是陆总你？顾文脸色瞬间惨白，说话也变得语无伦次。陆墨寒声音冰冷刺骨，我是婉儿的亲哥哥陆墨寒。轰的一声，顾文感觉自己被雷劈了一下，脑子炸开了。陆墨寒、陆婉令都姓陆，陆婉令怎么就是陆墨寒的妹妹了？顾文大脑一片空白。孟浅浅这时候抱着玄宝上来了，依旧勾唇浅笑，声音温软。哎呀，这不是我们的好妹夫吗？多度，应该说是前妹夫。陆墨寒从孟浅浅手里抱过玄宝，面色冰寒地盯着顾文。顾文看着陆婉令说道：婉儿，你下来一下好吗？我们谈谈。陆墨寒拿出手机，冷笑一声：来得正好，破产也破了，垃圾桶也翻了，打脸也打够了，该送他上路了。孟浅浅抢过电话说道：我来打。他拨通110，喂，我们家门口来了个杀人犯，他之前想杀我妹妹未遂，现在又来了，搞定，等着来抓吧你。哼。顾文见陆婉令没回应他，又看向玄宝：玄宝，我是爸爸啊，
玄宝乖，你过来一下。我过来了，然后你想怎样？你跟你妈妈说，爸爸错了，让妈妈跟爸爸复婚好不好？顾文无奈，只好苦笑着对陆婉令道：婉儿，我承认我过去错了。你知道的，我这个人就是太重感情。如雪来找我的时候，她无家可归，冒着雨生病了。我承认一开始受尽了感情的伤，不敢接纳别人了。跟你结婚也是想逃避现实，但那么多年了，我早已习惯你在身边，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已经离不开你。婉儿，我们还有3个儿子和玄宝这个女儿，你就算不要我，顾朝几个也是你亲生的呀。陆婉令他们都被顾文的厚脸皮无语住了。我天，顾先生你真的，我哭死。陆婉令冷冷一笑，淡声说道：18年来，你一直在给我下毒，不仅能狠心把玄宝丢了，还能狠心在我的胃药里面放 XXX。在第一次离婚谈判的时候，你给我下了5倍的毒，想让我猝死。顾文猛地一惊，惊骇地扭头看陆婉令。他怎么知道这些？怪不得警车都来了，我还以为只是陆家人了这些。顾文慌了。婉儿，你胡说什么？我怎么可能会做这种事？我没有，我真的不是。警车门打开，帽子叔叔们冲出来，冷喝道：不许动！哪个是顾文？警察大声的冷喝：你现在涉嫌买毒制毒、杀人未遂、遗弃罪，跟我们走一趟。婉儿，你听我说，一切都是误会，我可以解释的。婉儿，我可以解释的。顾文难以置信、震惊，到最后的着急、慌乱，语无伦次。陆婉令，你好狠的心，你真的非要我死不可吗？陆婉令，你快让他们放了我！我知道你们陆家权势滔天，故意找人抓我，但你公报私仇，你这样是违法的。帽子叔叔把纸袋子罩到顾文脑袋上，按着他脑袋把他塞进了警车里。老实点，给我走！